老人的脑袋里长了99颗肿瘤，医生说他的寿命只剩下10天。可他为了能再多看心爱的孙女几眼，竟以世间最毒的9种蛊虫为引，制成一种名为化骨散的毒药，只要将其服下，就会经历浑身被腐蚀般的痛苦。但若是扛住了这份痛苦，毒素便会暂时抑制肿瘤，延续生命。为了能够再次见到家人，老人毫不犹豫便将其吞了下去。伴随着毒素入体，一股钻心的刺痛也随之而来。他只觉得有无数柄刀刃在一寸寸割下他的皮肉，这样的痛苦足足持续了1天1夜。老人最终还是撑了下来，他来不及高兴，便朝家里飞奔而去。这一刻，他只想再次抱起可爱的孙女。可当他赶到府外时，却有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随风飘来。老人立刻意识到家里出事了，他推开人群走进大门，看见了令他此生难忘的场景。只见昔日热闹非凡的刘家庄，此刻俨然成了一副人间炼狱。看着躺在地上的一张张熟悉面孔，老人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崩溃。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一生行侠仗义，从未结交仇敌，就连城内百姓对他也是万分尊敬。老人彻底失去了生的希望，拿起一把匕首就欲结束自己的生命。可就在乡亲们纷纷上前阻拦时，却听一阵婴儿啼哭声突然响起。老人连忙丢下匕首，闻声寻去，这才发现了被藏在酒缸中的孙女。你还活着！老人哭喊着叫了出来，但很快他就抑制住了悲伤的情绪。他明白，既然有人想要让他灭门，那就肯定还有杀手在找自己。他立刻从屋内取出祖传的火龙枪，随后冲府外围观的人群大声喝道：老夫想拜托各位一件事，请乡亲们帮忙安葬好我的家人。这件事本该由我来做，但我现在必须离开。我向各位乡亲保证，在金属手刃害我家破人亡的家伙之前，我刘真山一定不会死。交代完一切，老人便强忍悲痛，带着孙女离开了城镇。一路上虽然再度遭遇了几次暗杀，但好在都是有惊无险。只是每当他想拷问仇人的信息时，刺客总会咬碎口中毒药自尽，因此唯一能够获得的有用信息，就只剩下了他们身上的龙形纹身。看着怀中露出灿烂微笑的孙女，老人也在心中暗暗发誓，爷爷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但他也明白，虽然自己依靠化骨散延续了生命，但病痛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作，自己至少要活到确保雪儿安全为止。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脱胎换骨，即全身血肉与骨头重生为最适合习武的躯体。但若是想要达到此等境界，就需要突破3甲子的内力。可自己修炼一生也才达到2甲半的内力，凭借自己这副老迈之躯，或许还需修炼5年甚至更久才能突破。老人并没有因此改变决心，虽然昨天他还对人生毫无留恋，但如今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活着保护孙女长大。整理好行囊，老人再次带着孙女开始了日夜不休的赶路。这天夜里，两人赶路来到了一座城镇。老人本想找过路的女子讨要一些食物，可女子看见他怀中年幼的女孩，不禁母爱泛滥，便表示自己可以喂她一些母乳。闻言，老者高兴不已，于是便将雪儿递到了他的怀中。老人本以为自己遇见了贵人，可就当他转身等待之际，女子却突然抱着雪儿跑出了数米之远，口中还在不停念叨着我要发财了。好在老人及时反应过来，迅速丢出一颗碎石将女子击晕，随后纵身接住险些落地的雪儿。就在他疑惑女子为什么这么做时，突然却看见了不远处告示栏上的通缉令，上面的画像赫然正是自己与雪儿，而其中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刘家家主遭遇灭门惨案后走火入魔，绑架了一个名为雪儿的女孩，谁若将这孩子救出并带到武林盟将有重赏，而后面的署名赫然正是武林盟。这一消息顿时令老人气愤不已，自己这辈子比任何人都要重视名誉，没想到如今却成了世人唾弃的魔头。就在这时，一群人喧闹着走了过来，老人连忙藏到暗处，不曾想却听见了令他更为震惊的消息。原来遭到灭门的并非只有刘家庄，隔壁村子的毕氏世家也在一夜之间遭到血洗。不过奇怪的是，里面却唯独没有孩子的尸体，也有人说看见凶手带走了孩子。听见这话的老人瞳孔骤缩，他明白这一切不是偶然，袭击2个家族的肯定是同一批人，而且能够做到一夜之间灭掉2个家族的，莫非这一切真的是武林盟做的吗？可他们又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看着怀中咿呀乱叫的雪儿，老人顿时想到了一个可能，原来雪儿天生就是仙婴之体，自幼骨骼精奇。这件事传出去以后，曾轰动了整个陕西，因为这份体质与古今第一高手剑后相同。而武林盟曾以庆贺此为江湖一大幸事为由，送来了能够保护这孩子灵气的药材。也就是说，武林盟早就盯上了雪儿，所以才残忍杀害了自己的家人，并打算将雪儿给带回武林盟吗？得出这个结论的老者目眦欲裂，这群衣冠禽兽，就算我真的走火入魔成了狂人，也要将你们全部除掉。这时不远处的屋顶上出现了几道身影，为首的蒙面人看着老者轻蔑笑道：今晚的运气可真好啊，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了。可当他再次抬眼望去时，却发现街道上竟已空无一人。下一刻，他的身后陡然散发出一股惊人的杀气，他连忙转身望去，却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而与此同时，老人已经施展轻功离开了这里。此刻他仍旧心有余悸，
如果自己刚刚真的动手了，恐怕就真如武林盟所愿那般走火入魔了。这时身后响起了雪儿的奶音，似乎是正在担心自己。老人语气温柔地安抚道：“放心吧，雪儿，爷爷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真是个有福气的宝贝，爷爷又让你救了一次了。”自从老者知道自己遭到整个江湖的通缉后，他便决定寻找一处无人之境。于是在他长途跋涉2个多月后，终于在一处深山中找到了一个荒废的房子。虽然看似空了很久，但里面却收拾得十分干净。他还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玉匣子，打开后却发现其中摆放着几枚暗器，而墙壁上还挂着一副古琴。看来这里曾是某个武林高手的住所呀。之后老人便在这里定居了下来。虽然他也想尽快找到武林盟寻仇，但仅凭他一人显然无法与之抗衡。所以如今最重要的就是让雪儿健康长大。夜里老者将雪儿哄睡之后，独自一人来到了林中打猎。可就在他施展轻功探索丛林之时，却发现林中竟有几人正在小声交谈。通过对话得知，他们是扎根在这座山里的山贼，今天在向镖局的人索要过路费时产生了争执。没想到竟有2名武当道士支援镖局，山贼因此折损了2名手下，而他们也打死了1名道士。得知此事的小头目瞬间暴怒：“你们真是2个蠢货！既然要下手，就得2个一起干掉。这下清风寨完蛋了，武当派马上就会集结人马前来讨伐我们了。”得知此事的老者也不禁皱起了眉头。这座山是自己和雪儿的家，在被卷进无妄之灾前，最好先和他们划清界限。想到这，老者当即便从林中钻了出来：“那几个家伙不和你们新来的邻居打个招呼吗？”山贼眼看有人偷听，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哪里来的臭老头！我们清风寨就是这座山的主人，若是还想寿终正寝，就赶紧给我滚！”对此老者却是轻蔑一笑：“回去转告你们寨主，山脚下搬来了一个老人，休想靠近那里半步，否则免不了血光之灾。”不料山贼们闻言非但不惧，反而当即拔出长刀冲了上来：“你这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吗？”看见这一幕，老者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若是想让他们不敢再靠近这边，还是得让他们知道差距才行啊。随即老者伸出食指轻轻一弹，竟瞬间就将山贼手中长刀击碎，随即身形一闪来到头目身后，猛地一掌拍在他的后背之上。头目震惊地捂住胸口，突然却发现自己根本安然无恙，这才明白自己被老头戏耍了一番。可就在他拔出长刀冲向老人时，却感受到一股浑厚的内力瞬间迎面袭来，整座森林顿时爆发出一声巨响。等到3人回头望去，这才发现身后的树木竟悉数断裂倒了下去。我倒是想好好教训你们一番，但念在初次见面就饶你们一命，赶紧滚吧！老者话音未落，身后却走来了一位体型无比壮硕的大汉。此人正是清风寨的副寨主。不明所以的他把刚才的动静当成了山崩，于是便冲几名手下怒道：“真是一群废物，跟这种老头有什么可吵的？直接砸碎他的脑袋不就行了？”话落，大汉猛地转身一斧头砸了下去，但老人的反应极快，几乎是在同时便闪身来到大汉身下，迅速挥出一掌拍在他的下巴处。重达500斤的壮汉此刻竟如皮球一般被拍飞了出去。老者的面色这时也冷了下来：“我说过不会饶你们第2次，赶紧给我滚，不要再踏进这里半步！”然而老者这番话还未说完，脑袋里却顿时传来一股钻心刺痛。他强忍着从怀中掏出化骨散，千万不能在这里倒下，雪儿还在家里等着自己回去呢。想到这，他毫不犹豫便将药丸服下。看着老者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的模样，山贼们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们明白机会来了，于是当即便一窝蜂冲了上去。看着如同雨点般落在自己身上的拳脚，老人逐渐坚持不住，失去了意识。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嘈杂的叫骂声吵醒，睁开双眼，这才发现是一名红发男子正在教育刚才的山贼：“你们这群蠢货是没长脑子吗？怎么能将他给绑在这种地方呢？”看见老者已经醒来，红发却反而向其恭敬抱拳行礼道：“我就是清风寨的寨主，是我的兄弟失礼了。”老人身患绝症，只剩10天寿命，可家族却在一夜之间惨遭灭门。为了保护唯一存活下来的孙女，他竟以世间最毒的9种蛊虫制药强行续命，并带着孙女披星戴月赶路逃避追杀，最终躲藏到了一处无人深山之中。他本想在此抚养孙女长大，却不料打猎途中病痛再次发作，昏迷之后又被土匪绑回山寨。此刻老者刚刚醒来，就看见山贼头目正在向自己道歉。老者心中冷笑，他能够猜到山贼在打什么算盘，但他现在只担心雪儿的安危，便冲头目冷声道：“若是你真觉得抱歉，就先将我身上的玄铁链解开吧。”闻言，头目连忙吩咐手下拿来钥匙。然而就在锁链被打开的瞬间，老者的身形猛然暴起，顷刻间便将头目给震飞了出去。老者身形仍未停下，双手虽被手铐锁住，但他却凭借内力将木桩生生扯断。眼看老人即将逃向屋外，胖子立刻挥动战斧朝他砸去，却反而被老者借势斩断手铐，猛地一拳狠狠嵌在了他的胸口之上。身形瘦弱的胖子顿时就被击飞了出去，而老人则以他的身体作为跳板，施展轻功一跃来到众人头顶。山贼们见状纷纷拉弓准备射箭，老人深知在空中难以躲避箭矢，便打算牺牲一条手臂强行闯出去。可就在众人即将放箭时，却听山贼头目突然暴喝一声：“都给我住手，让他走！”老人就这样安全逃离了山寨。胖子对此感到十分不解，为什么要将那个家伙放走？最近在山里失踪的手下们，肯定就是让那老头给害死的。
住口！我还不是为了收拾你们闯下的祸。我们清风寨的命运，如今全都掌握在那个老人手里了。而另一边，老人用生平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里，可四下寻找也没发现雪儿的身影。他焦急地大声呼喊，雪儿这才哭喊着从草丛中钻了出来。老人激动地将她抱住，对不起雪儿，爷爷再也不会离开你了。但雪儿显然无法理解他的意思，充满疑惑的眼睛紧紧盯着爷爷。老人欣慰一笑，原来是捉青蛙去了呀，小丫头真厉害。不过现在先躲在爷爷身后好吗？话落，老者的眼神顿时阴冷下来，随后冲漆黑的丛林冷声道：“我早就已经警告过你们，非要做得了断才肯罢休是吗？”他的话音刚落，山贼们却纷纷跪下道起了歉。这一幕虽让老者有些意外，但他并不想与山贼有过多瓜葛，便让他们以后别再打扰自己。这时头目也从一旁走了出来，这长枪似乎对你十分重要，我们是专门来将它送还给你的。说到这，头目咬了咬牙，既然我们同住在一座山里，那么彼此相互帮助岂不更好？老人面色不善地接过长枪，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你们动了武当派的人，现在清风寨的命运就如同风中之烛般，随时都会熄灭。大概是看我身手还算可以，所以便想着利用我来对付武当吧。眼看自己的想法被拆穿，头目也不好再说些什么，再次向老者致歉之后，留下一个包袱作为赔礼，便带着手下离开了此地。老者刚想查看他们留下了什么，却发现雪儿已经钻进了布袋之中。他宠溺地将调皮的雪儿抱了出来，这才看清他手里竟抓着一条毒蛇。这一幕顿时将老者吓坏，连忙一掌拍死毒蛇。这帮臭小子，就算是送增强内功的白甲蛇，也不能毫无措施就放在袋子里吧？不过里面还准备了生肉与其他食物，看来他们也并非是蛮横无理之辈啊。夜晚，老人和雪儿久违的饱餐了一顿，但他也明白现在不是松懈的时候，自己说不定还会再次晕倒陷入危机，所以一有时间就得运起修炼，争取早日脱胎换骨，才能更好的保护雪儿长大。老者运气半晌后睁开双眼，发现雪儿正在模仿自己运功，真是个可爱的小丫头啊，又在学爷爷的样子了。不过也罢，内功本就是越早修炼越好，于是他便决定帮助雪儿运功。可随着内力进入他的体内，老人却顿时感到无比震惊，他的穴道里竟连一丝多余的浊气都没有，这也就意味着他积攒内力的速度至少要比常人快上10倍不止。这便是仙阴之体的变态之处吗？老人帮助雪儿运完功后，便将她给抱到了床上，自己则是趁着夜色来到了屋外。这段时间的奔波令他感到无比疲惫，看着一旁的白甲蛇与山参酒，老人连忙转过头去，就算这些东西有助于养元，我也不会被区区山贼的手段所迷惑。但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真香定律，仅仅片刻就升起篝火将蛇给烤了吃下，又喝下几大碗山参酒后这才满足，真是人间美味啊！有多久没这么舒坦过了？就在老者如此感叹之际，突然却看见一抹白光从空中落下，随后又缓缓飘进了树林。或许是因为烈酒下肚的缘故，老者竟鬼使神差般离开屋子追了过去，直到他进入树林才发现，这抹诡异幽光的源头竟是传说中活了上百年的食人凶兽顽童恶狼。老人震惊之余连忙躲进草丛，他明白自己此刻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抛弃一切带着雪儿离开这里，要么拼尽全力将他除掉。可殊不知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恶狼早已察觉到了他的存在，下一刻便张开血盆大口撕咬而来。老者顷刻做出决定，身形一闪来到恶狼身下，附着浑厚内力的一掌向上推出，恶狼瞬间就被掀飞了出去。但老人反而感到头疼不已，这家伙的身体实在太硬了，赤手空拳根本难以与之对抗。可偏偏火龙枪又被自己放在了屋内。这时恶狼再次露出獠牙冲了过来，但奇怪的是，他在即将冲到老者身前时，突然却跃起朝他身后狂奔而去。老者心中暗道不妙，这家伙前进的方向是自己的家，莫非是嗅到了雪儿的气息吗？想到这里，老者的身形瞬间暴起追上恶狼，随即一个滑铲来到他的身下。就在恶狼即将接近房屋的瞬间，老者猛地一脚踹中他的下体，恶狼顷刻间被击飞出去，狠狠砸落在了屋外的空地上。而老人则趁机从屋内取出了长枪，若有胆量，你就再冲上来试试。恶狼露出獠牙，死死盯着老人，似乎是感受到了他拼死守护孙女的决心。恶狼在低吼一声之后，竟转身走进了树林。但老人明白，这种灵兽一旦盯上猎物，就绝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他一定是打算躲在附近等待时机。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清晨，老人最终还是决定带着雪儿离开。如果自己是孤身一人，肯定不会避开与恶狼的决斗，但若是像昨天那样将雪儿独自留在家里前去与他战斗，实在太过危险。不过就算离开了这里，自己又能前往何处呢？如此看来的话，清风寨那群家伙想必也有危险吧。既然如此，离开之前就先去提醒他们一声吧。然而等到老人来到清风寨，却发现这里早已是一片狼藉，不仅围栏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山贼们也在忙着安葬死去的弟兄。显然那头畜生早已到此大闹了一番，看来已经不用自己提醒了呀。于是老者便转身准备离去，可清风寨主这时却出言拦住了他：刘真山老先生，请您救救我们吧。听见这话，老人的面色顿时阴沉下来。既然你已经看见了通缉令，为何不将我告发领取赏金？这样或许也能解除武当派对你们的仇恨，因为我看你根本不是走火入魔的模样，而且他们说你绑架的孩子不正是你无比疼爱的孙女吗？这番话也改变了老人对他们的看法。如此看来，若是与他们联手，除掉恶狼的几率的确会大大提升，自己也不用离开好不容易找到的家了。想到这，老人便决定和他们暂时联手。随后他便让山贼们停止修复缺口，并动用所有手下寻找干草雨水。最后则是需要一个能担重任的人，最好是一眼看去就感觉鲜嫩多汁的家伙。
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转向了胖子。我这么瘦应该是不行的吧？但在债主的施压之下，胖子也只能当即动身开始了准备。一切都在老人的安排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夜幕很快悄然降临，胖子也如老人吩咐那般站在了缺口处。不久后，漆黑的丛林中突然亮起了2道幽光，那个家伙果然来了。这是一颗蕴含上百年修为的妖兽内丹，只要将其服下便可脱胎换骨重获新生，但也可能走火入魔当场暴毙。可这个刚刚年满1岁的小女孩却将它给当成糖果吃了下去。原来就在不久前，顽童恶狼再一次来到了清风寨，在胖子的灵活勾引下，恶狼落入了事先挖好的深坑之中。见此情形，隐藏在暗处的山贼们纷纷冲了出来，并以10人1组的速度往下投掷长矛。此时坑底被提前灌入了水，恶狼一时间根本难以脱身。很快山贼们的长矛便消耗殆尽，而恶狼也因此受了不轻的伤。接下来便轮到了压轴登场。只见老人脚踩火龙枪，如同一道流星般落进了洞穴，而山贼们也没有闲着，他们按照老人事先吩咐好的那般，搬来几根粗实的木桩堵住洞口。在如此狭窄且泥泞的水潭之中，恶狼巨大的体型反而成了累赘。当然，这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场豪赌，因为他同样堵死了自己的后路。山贼们屏气敛息，紧紧盯着洞口。很快，深坑里便没了动静。头目连忙吩咐手下移开木桩，众人向下望去，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顿时扑面而来。而老人正紧闭双眼，靠在恶狼的尸体上。头目顿感不妙，正准备亲自下去一探究竟，却听2声咳嗽突然响起，我还没死呢，还不赶紧拉我上去！听见老人的声音，山贼们这才纷纷振臂欢呼。看着他们高兴的模样，老人不知为何竟湿润了眼眶，这种感觉还真是久违了呀，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行走江湖的时候。成功战胜恶狼，老人也回到了山脚下的家中。等到雪儿沉沉睡去，他才拿出内丹细细观摩了起来。这恶狼活了上百年，其中灵力想必十分充足，若是贸然服下，极有可能爆体而亡。于是老人便决定日后再做打算。这时雪儿突然醒了过来，睡眼惺忪的她似乎将内丹给看成了糖果，伸手就要去抢。可偏偏不巧的是，老人的病痛却在这时再次发作，剧烈的疼痛顿时令他跪倒在地。他连忙掏出化骨伞服下，但内丹也因此滚落到了一旁。老人想要阻止雪儿，但毒素此刻已经扩散，不出片刻他就彻底昏厥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老人猛地从睡梦中惊醒，可他正准备寻找内丹，却发现雪儿早已将其服下。老人顿时大惊，连出极指点中雪儿睡穴，随后又朝他体内运气，试图逼出内丹。可很快他就惊讶发现，雪儿的献阴之体不仅中和了内丹的毒性，还将毒性转为真气，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这也就意味着雪儿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竟然再一次重生了。伴随着屋内散发出一阵强光，雪儿也渐渐苏醒了过来。见他愣在原地不动，老人试探性叫了2声雪儿，没有得到回应的他刚想伸手触摸，却见雪儿的身形瞬间化作一道虚影，下一刻便出现在了屋内的另一边。这一幕也让老者感到有些难以置信，昨天还在蹒跚学步的丫头，竟然瞬间就能够到处乱跑了，自己修炼一生都没能脱胎换骨，没想到却让雪儿先成功了呀。之后的日子里，山贼们为了感谢老人帮忙除掉恶狼，每天都会定时送来一大包肉，而老人也没再拒绝他们的好意，因为自从雪儿脱胎换骨后，他的精力每天都十分充沛，自然也就需要大量的肉来补充能量。不过这么一想，武当派的讨伐队应该就要来了吧？这群家伙虽是山贼，但也算有些江湖道义，可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哪来的精力帮助他们呢？老人思索之际，雪儿突然飞奔冲进了他的怀中，顿时就将他给撞倒在地。老人刚想出言教训，却发现雪儿已经趴在怀里睡着了，看来就算已经脱胎换骨，他也依旧还是个孩子。就在这时，几道破空声突然响起，老人立刻意识到是他们来了。武当派是武林盟的主力，自己当然恨透了他们，但若是出手帮助清风寨击退他们，之后也还是会有更强的高手前来，这对自己而言根本没有好处，就是有些对不起那帮小子了呀。时间很快来到夜里，山鸡几人在回去的途中遭遇埋伏，几名手下不敌对方，当场惨死，而山鸡同样身受重伤，遭到俘虏。此刻2名剑士正向他逼问山寨的位置，山鸡明白自己横竖都是一死，便让他们赶快动手，不要废话。而这番话也让男人彻底失去了耐心，挥动长剑就要斩下他的手臂。千钧一发之际，忽然却有一杆长枪挡住了剑人，出手之人正是老者。他挡在山鸡身前，一脸不屑道：“你们以报仇为借口，享受着折磨人取乐的屠戮，竟还有脸自称是名门正派？老头，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老人瞥了一眼身后的山鸡，我和他们的确没有关系，但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更何况我本就恨透了你们这群伪善的家伙。这时另一位剑士突然惊讶说道：“师兄，那个家伙不是通缉令上的刘真山吗？这与众不同的长枪，还有他身后背着的孩子，应该就是他没错了。这不正是我们一举成名的机会吗？”话落，他的嘴角顿时勾起一抹邪笑，下一刻便拔出长剑冲了上去。然而就在他自以为得手之际，突然却有一只大手抓住他的脸颊，随即只见老者身形陡然变换，男人的脑袋竟被180度拧了过来。就在另一人惊恐之际，一杆长枪瞬间穿透男人胸膛，下一刻便将师兄弟心连心串在了一起。而从此刻开始，老人的命运便和山贼们绑在了一起，两人很快一同回到了山上。而山贼们看见老者前来，也都纷纷高兴地前来迎接，似乎他们已经认定，只要老者愿意出手相助，哪怕来一群剑士也不是对手。
但老人显然不会这么认为，他还在闯荡江湖的时候，曾经见到过真正的武当高手，所以他明白，若是下次来的不是这种毛头小子，那么到时将会是无法躲避的灾难。随后老人又从寨主的口中得知，这次武当一共派出了10人，其中还有3个一代弟子，一代弟子都是能够使用剑气的高手，山贼中能与之一战的也就只剩下寨主了。不过好在老人已经想好了对策，那就是像对付饿狼的时候一样，将他们引到一处，然后进行围剿。时间很快来到深夜，几道身影在丛林中飞速穿梭，他们正是武当派的讨伐队。经过一番搜查，他们终于找到了山寨的位置。可令众人感到疑惑的是，此刻山寨大门敞开，一眼望去更是看不见一个人影，难道是他们全部逃走了吗？这时身为队长的清正打断他们，真是一群可笑的家伙，他们全都潜伏在防栅后面呢，这样反而是好事啊，可以直接将他们一网打尽了。就在几名一代弟子谈笑间，贤熙却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他连忙起身握住剑柄，你们快看！只见山寨门前此时多出了3道身影，虽然由于背光看不清容貌，但依稀能够看清跪在地上的2人穿着武当派的衣服。看见这一幕，2位弟子顿时大惊失色，那是侦察队的2位师弟。这时只听那名老人大声喝道：“你们给我看好了，若是不想落得与他们同样的下场，就赶紧给我滚！”说罢，他猛地斩下其中一人头颅。这一幕顿时让青浩悲痛不已，拔出长剑就要去救剩下的师弟。贤熙见状，连忙出言阻拦：“师兄小心有诈，他们2个是不是早就断气了？”但青浩却反驳道：“不可能，你看他的样子，分明就是被下了毒，无法发力。”此时老人手中长剑已经再次落下，青浩不愿再看见有师弟死去，当即便拔出长剑冲老者杀了过去。可就在他即将接近的瞬间，却见老者手中长剑猛然变换，下一刻便朝他的身前斩了过去。好在青浩及时反应过来，提剑挡下，这才避免了被老者一剑封喉。虽然他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但他并不打算就此撤退，调整好身形便再次冲了上去。可在他即将接近的瞬间，老人立刻施展出狮吼功，下一刻便再次将他震飞了出去。随后老人拿出长枪，他明白既然对方已经见识到自己的内功，那么最强的人应该马上就会出手了，继续拖延下去只会对自己不利。随着老者双手划过长枪，一道罡气瞬间在枪身上缓缓凝聚，而青浩也看出这一击将会很强，便决定先全力挡下，随后再找出他的破绽进行反击。然而还没等他展开防御，老人的罡气却已瞬间穿透他的胸膛。青浩不甘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但老人却依旧没有停下身形，因为他能感受到他们之中最强的家伙来了。老人立刻将长枪横在身前挡住攻势，但却依旧还是被他给震飞了出去。清正见状就欲转身营救师弟，却突然被一柄长剑刺穿了胸膛。他这才发现，原来跪在地上的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师弟，而是清风寨的寨主假扮的。得知真相的清正目眦欲裂，他怎么也不愿相信自己竟会因为一时大意死在这种毛贼的手上。男人亲眼看着师弟被山贼斩下头颅，气愤之下竟直接拔剑冲进敌群。可就在他击退老人准备营救师弟时，却突然被人从身后刺穿了胸膛。他这才惊恐发现，原来跪在地上的根本就不是师弟，而是山贼假扮的。眼看大师兄遭人暗算绝望死去，一众武当弟子也彻底失去理智，当即便一拥而上要为师兄报仇。可他们殊不知，山贼早就做好了瓮中捉鳖的准备。随着他们闯进山寨，2名弟子踩中陷阱落入深坑，漫天箭雨顷刻间从身后落下，几名弟子躲闪不及，当场毙命。剩余3人看出情况不对，刚想逃跑，却发现身后同样冲出了一群山贼。随着几声惨叫过后，武当弟子悉数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就在山贼们清理战场时，却发现落入陷阱的女弟子竟还活着。看她衣着应该是个2代弟子，难不成是用剑气挡住了剑矢吗？山鸡见状正准备送他上路，老人却出手拦住了他。这家伙或许还有点用，暂且先饶他一命吧。虽然这次战斗大获全胜，但寨主却显得十分苦恼。他明白武当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下一次来的说不定就是真正的精锐了。于是寨主便找到老人，并表示想让他帮忙操练山贼。可老人却笑着拒绝了他，我可没精力做这种事情，不过我还有另一个方案。随后2人便一同来到了牢房。此时贤熙已经被关在这里10天，看见仇人前来，他立刻起身破口大骂：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老山贼，快点放了我，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但老人却轻蔑一笑，看你的样子，应该已经很久没好好吃过饭了吧。话落便有2名山贼端着食物走了进来，看着摆在地上的山珍海味，贤熙的嘴角竟不自觉流下了口水。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转过头去，你以为凭借这些就能收买我吗？但老人依旧还是打开了铁门，1刻钟后我会将食物撤走，吃不吃随你。时间一点点慢慢流逝，香味没有打动贤熙，反而却将雪儿给馋得口水直流。老人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幕，乖孙女，既然她不饿，那你就将她给吃了吧。得到许可的雪儿瞬间如同饿狼一般，扑向食物就狼吞虎咽吃了起来。或许是雪儿吃的实在太香，贤熙终于是忍不住了，她迅速抢过食物大口吞下，不出片刻就将食物给扫荡干净。随后老人又带着她来到了澡堂，我会给你1炷香的时间，当然如果你不想洗的话，我也不会强迫你。老人的话音刚落，就见大门被哐当一声锁上，贤熙久违的泡了一个热水澡，这一刻他甚至感觉这里
不是山贼窝，而是天堂。随后老人又为他准备了全新衣物，并带着他欣赏了山寨内的风景。可就在他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中时，老人却再次将他给丢回了地牢，并告诉他，如果想要继续享受这样的生活，就必须得答应一个条件，那就是给山贼们传授武当剑法。贤熙自然不会同意，所以他又被关在地牢中度过了3天3夜。这时老人出现在牢房外，想清楚了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贤熙冷哼一声，转过头去。他也明白，若是再拒绝，自己或许到死都会被关在这里。可就算自己真的回到师门，也只会处处遭到针对。原来因为她是女弟子的缘故，在师门里经常遭受师兄弟冷眼相待，就连师傅也只将她当作下人使唤。想到这里，贤熙便同意了下来。于是就这样，贤熙成了山贼们的教官。当然，他并不打算将所有武功倾囊相授，而是决定只教他们武当的基础剑法。就这样，他带着山贼们日夜操练了几天，终于将小青剑法的口诀和招式传授完毕。接下来只要让他们自己切磋剑法即可。这段时间，山贼们每天都会送来食物，这也让贤熙心中感慨万分。明明只是一群山贼，厨艺居然这么好。回想曾经在武当的日子，自己明明是2代弟子中最强的，却始终得不到重用。说起来还是第一次享受到这种待遇啊！当山贼就是这样的感觉吗？好像也挺不错的呀。就在这时，贤熙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他连忙起身，透过门缝向外望去，这才发现每天监视自己的山贼们，此刻竟然全都离开了。贤熙明白逃跑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当即夺门而出，随后施展轻功越过防栅来到外面。可一抬头，却发现老者早已在此等候。贤熙顿时大惊，正欲动手，却听老者一脸平静说道：“你已经遵守了约定，为何不堂堂正正的出去呢？不过你打算去哪里？武当派想必已经容不下你了吧？当然选择离开是你的自由，不过还是好好休息一晚再走吧。我会与寨主说一声，帮你准备食物和盘缠的。”这番话也让贤熙思绪万千。是啊，如今的自己又能去哪里呢？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贤熙发现老人果然遵守约定，为自己送来了盘缠。这时寨主也带着2名手下前来，看见这一幕的贤熙有些无奈，应该是来挽留自己的吧。既然他们这么真诚，那么再留几日倒也无妨。可下一秒却听寨主大声喊道：“兄弟们，教官就要走了，还不赶紧过来道别！”贤熙一脸茫然的被推着走出了大门，听着周围众人大声起哄的声音，他不由小声嘀咕了一句：“其实小青剑法必须搭配武当步法使用，我还没将步法教给你们呢。”话音刚落，寨主却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你说什么？”兄弟们都听不见啊！贤熙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扯着嗓子就大喊一声：“我说我要教你们武当派的步法！”没想到少侠居然这么为我们着想。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继续再指导我们几天吗？既然你都这么拜托了，那我就勉强答应吧。就这样，贤熙再一次留了下来，而寨主也冲哨台上的老者点了点头。原来这一切都是老者的计划，为的就是将贤熙给留在这里。时间飞速流逝，很快便过去了半年，但武当派依旧没有做出任何动作。虽然不知是何原因，但老人也算是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这天，老人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将刘家枪法传给雪儿。因为自己说不定哪天就会离去，所以必须尽快让他拥有自保的能力。刘家枪法在很久以前曾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的强大枪术，巅峰时期更是有一位人称枪鬼的祖先，就连以华丽强悍著称的杨家枪法，当时也在他的强大面前一败涂地。然而自从枪鬼留下的秘籍失传之后，刘家枪便失去了从前那般强大的力量，最后唯一流传下来的就只剩下了老者手中的这杆火龙枪。不过现在把长枪传给雪儿似乎为时尚早，于是老人找来一根竹棍，便带着他有模有样的练起了枪法。老人一边挥舞着手中长枪，一边耐心地为他讲解枪法要领。等他练完一套枪法，看向雪儿，发现他竟真的模仿自己挥起了竹棍。老人欣慰一笑，还以为雪儿是因为好玩在乱挥，可等他仔细一看，这才发现竹枪的轨迹竟与刘家枪的枪诀一致，就和自己展示的一模一样。老人顿时感到难以置信，仅仅只是看自己修炼了一遍，竟然就能模仿到这种程度，难道这就是仙音之体的资质吗？这一刻，老者仿佛从他身上看见了枪鬼的影子。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爷爷就要正式传授你枪法。老者话还没说完，却闪到了腰。看来是我太勉强自己了，我们还是明天再正式学习吧。就在这时，林中的陷阱突然响了起来，老人顿时警觉地握紧了长枪，是入侵者吗？可随着几道身影渐渐走出丛林，他却看见了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人。好久不见了呀，爷爷，我们是给你送野猪肉来的。说罢，他便命令胖子将包袱拿了过来。看见这一幕的老人有些无语，真是讽刺啊！武当派的2代弟子居然成了山贼的总管。看见这个身着奇装异服的怪异姐姐，就连雪儿都害怕地躲到了爷爷身后。可听见他说有肉，雪儿却又飞速冲了过去，扛起包袱就回到了屋内。老人见状，这才一脸严肃道：“无事献殷勤，说吧，你这次来有什么事？”贤熙闻言却一脸无奈：“我说爷爷，难道你还没听说那个消息吗？武当派之所以没空管我们，是因为如今正在发生一件足以掀翻武林的大事件。”这位天下第一高手走进酒馆，却只点了一碗最普通的牛肉面。看着他旁若无人，一副享受的模样，周围的江湖人士皆是一脸鄙夷。你说这个黄毛丫头是见后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威严了。不过看样子床上功夫应该不错。听见这番酒后戏言，角落里的老人都不禁捏了把汗，真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明明从他一进门开始，整间酒馆就被一股无形的压迫笼罩。果然就在下一秒，
女子的身形瞬间消失，下一刻便出现在了这群剑客身前。难道在你们眼中，武林高手就一定得正颜厉色、冷若冰霜吗？或许是烈酒下肚的缘故，这人竟当即目露凶光，拔出了剑，真是个可怜的家伙。下辈子记得管住你的嘴。话落，只见一阵寒芒闪过，明明处于先手优势的男人，却发现自己的视线竟整个倒了过来，而他的身体依旧保持着拔剑姿势，待在原地。原来就在1天前，老人从贤熙的口中得知，天下第一高手剑后就要金盆洗手了，并且还会在附近的白杨镇举行仪式。这件事比想象中还要意义重大，因为剑后在正邪两派树敌无数，所以到时恐怕半个武林的强者都会前来。聚集了那么多人，说不定就能打听到刘家灭门的内幕。于是为了打探情报，两人便乔装成妇女来到了白杨镇。此时这里已是热闹非凡，街上一眼望去全是佩戴刀剑的江湖中人，他们不仅是为了前来观摩强者交手，也是为了一睹剑后真容。因为有传言称，剑后不仅是用剑高手，就连美貌也是天下第一。而老人与贤熙赶了1天路，便在街边随便找了家酒楼准备用餐，没想到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仅只用1招就能取人首级，这也让老人感到无比震惊。剑后萧慕容自己完全无法看出他的实力有多强。这场闹剧并未产生多大的风波，而剑后也很快就消失在了酒楼中。街道上人来人往，依旧在继续热议着剑后的话题。就在老人与贤熙走出酒楼的时候，突然却有人大喊一声：“是武林盟主来了！”老人顺着众人视线望去，只见几名地位不凡之人迈步走来，所过之处人群皆是纷纷后退让路。其中为首的瞎眼女子正是武林盟主，据说她的眼睛就是被剑后所伤。老人面色凝重地扫过人群，他明白陷害自己的人可能就在他们之中。不过话说回来，武林盟主何时换成一位女子了？贤熙一脸兴奋地解释道：“大概是在1年前吧，峨眉派诞生了史上最年轻的盟主，当时还轰动了整个武林呢。”听见这话的老人脸色微变，1年前不正是自己家门被灭的时间吗？就在这时，人群再次喧闹起来，原来是武林盟的剑客挡住了路口，还宣称闲杂人等不可参加仪式。这一消息顿时引起了众人不满，我们哪个不是跋山涉水前来，凭什么不让我们过去？眼看现场乱作一团，突然却有一人当场拔出长剑，随着一道剑鸣声响起，强悍的剑气瞬间将地面撕出了一道口子。从现在开始，只要越过这条线的人，格杀勿论。若是有谁不服，大可跨过来试试。世子龙剑王旭。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方才还气焰嚣张的人听见这话，竟全都乖乖闭上嘴巴，退到了后面。贤熙则为老人解释道，他就是四川省3大剑客之一，据说与他交手之人无一幸存，是个手段非常残忍的家伙。然而这时却有一道甜美的声音从空中传来：“各位公子，可否让我过去一下？”众人一脸疑惑地望向空中，但却什么也没看到，唯独老者的面色微变，这是广域传声，没想到这种技术竟真的存在。这道声音落下的同时，一道曼妙的身影也出现在众人身后。是剑后来了。听见这话的众人纷纷让出了一条道，剑后的身形一动，下一刻便如闪电般窜到了王旭身前。哎呀，一不小心就跨过这条线了，这可怎么办呢？王旭被吓得僵在原地不敢动弹。萧慕容莞尔一笑，那我可走了。说罢，他的身形再次化作一道弧线，冲进了不远处的塔楼之中。王旭这才松了口气，随后又剑指人群大声喝道：“再往前一步我就砍了你们！”老人露出一个不屑的表情，欺软怕硬的家伙，算什么武林豪杰？就在萧慕容离开不久，塔楼内就传出了数十道释放内力的响声，这些声音有大有小，看来里面并非是在堂堂正正决斗。那群自称正派元老的家伙，真是连最基本的脸面都不要了呀！这时塔楼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光芒，紧接着那道光芒越来越近，下一刻便落在了众人身前。来人正是萧慕容，他并没有在原地过多停留，随即又再次施展轻功跃向了空中。但老人却敏锐地捕捉到，他在离开的时候似乎与贤熙怀中的雪儿对上了视线，并且他还冲雪儿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睛。但这仅仅发生在瞬间，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这无关紧要的一幕。而随着萧慕容的离开，塔楼内再次爆发出几道光芒，他们正是武林10大高手级别的人物。而看见这一幕，围观的人群也彻底沸腾，他们难道是一同围攻了剑后吗？不会吧，正派元老怎会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说罢，众人也纷纷施展轻功跟了上去，他们也想看看这场闹剧究竟会以怎样的结果收尾。而老人则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了，自己活了数十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震撼的场面。近千名武林人士同时在夜空下施展轻功，贤熙同样也被这一幕给吸引，拉着老人就要前去一同观看决战，但老人却一把将其拦下。你认为自己追得上那群怪物吗？那些人也都几乎是在往错误的方向追赶，更何况你还带着雪儿。行走江湖，好奇心过重可是会短命的，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于是为了避开武林人士，老人特意选择了走更远的山路回去。两人行出一段距离，老人突然抬手拦住贤熙，随即带着他潜伏在草丛中向前望去，发现这里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遍地都是武林人的尸体。老人观察片刻，确定没有危险，这才拉着贤熙向前走去。突然不远处一道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个家伙不是武当派的金刚真人吗？听见这话的贤熙连忙躲到老者身后，但却为时已晚。是贤熙吗？你为何要装作不认识我？赶紧给我过来！老者刚想表示认错人了，贤熙却已经条件反射般冲了过去。老者无奈，这家伙究竟经历过什么呀？此时真人伸手指向一旁，你来的正好，看见坐在那边的人了吗？贤熙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发现剑后此刻竟端坐在不远处的树下。老人也被这一幕所震惊，居然能将气息彻底隐藏，真是惊为天人啊！此时金刚真人将剑递给贤熙，你去了结他吧，他受了严重的内伤，正在运起行宫，你只需用剑刺他即可。只要你杀了他，我不仅不会追究你的事情，还会让你成为武林盟的英雄。贤熙一脸如释重负，接过长剑，长老您果然是最疼我的呀！可话落，贤熙却猛地挥剑冲他斩去。你以为我还是曾经那个傻子吗？可随即贤熙就惊讶发现，这一剑竟然被长老避开了要害。你这个混蛋，竟然敢欺师灭祖！说着，长老竟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就在贤熙吓到僵在原地时，身后却猛地飞来一杆长枪，下一刻便将长老给牢牢钉在了石头上。随后老人拔出长枪，摘掉帽子，一代弟子昌明，你还记得我吗？闻言，长老顿时瞪大了双眼，你是陕西第一枪，我们不是曾经一同讨伐过魔教的战友吗？你为何要这样对我？老人的面色一冷，你先回答我，为什么武林盟要残忍杀害我的家人？听见这话的长老顿时一惊，连忙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看着他一脸心虚的模样，老人也明白了此事肯定与他有关，于是他便不再留手，挥动长枪彻底结束了他的性命。然而就在他转身想走时，原本熟睡的雪儿这时却醒了过来，他紧紧盯着剑后叫了2声，似乎是想让爷爷帮他。老人有些无奈，不过既然是孙女的请求，自然要满足，于是他向运气中的剑后问道，我会将你给带到安全的地方，若是不愿你就点点头。剑后闻言没有做出任何动作，于是老人便将他给扛到了肩上，并冲贤熙一脸正色道，达到一定境界的人能够随时解开运功，如果你刚才真的按照长老指使加害剑后，没命的可就是我们几个了。听见这话的贤熙吓得嘴都不稳了，我们还是快走吧。经过2人连续1夜的赶路，终于在天亮时赶回了家中。贤熙本想留在这里帮忙，却被老人以碍事为由赶回了山寨。劳累1夜的老者刚坐下休息一会，可雪儿又缠着他说想要吃肉，没办法，谁让她是自己心爱的孙女呢？老人只能前去为她准备饭菜。可他还没走出几步，脑海中却传来了一阵钻心刺痛，是肿瘤再次发作了。他连忙伸手在怀中寻找化骨散，但却发现根本没有。难道是昨晚弄丢了吗？看见倒在地上痛苦抽搐的爷爷，雪儿也哭喊着冲了过来，爷爷你别死，我再也不吃肉了。就在老人以为自己将会这样死去时，突然却看见房门被人打开，是剑后醒来了。痊愈了，痊愈了！困扰老者一生的肿瘤终于痊愈了。就在老者将剑后扛回家里之后，肿瘤再次发作，令他痛不欲生，倒在了地上。本以为自己这次是真的死定了，却见萧慕容推开房门走了出来。身为第一高手，他一眼就看出了病因，于是便当即伸手抵住老者脑门。顷刻间，一股浑厚的内力倾泻而出，如同潮水般灌进了他的脑袋。一阵钻心的刺痛过后，老人只觉得过去10几年压在自己头顶上的大石头，这一刻全都被他给粉碎了。随着一滴汗水从他脸颊滑落，老人感受到了头脑前所未有的清晰，就好像重生了一般。天下第一果真名不虚传，这世间怎会有如此疗法？震惊之余，老人连忙起身答谢，却被萧慕容婉拒：“你救我一命，这是我应该做的。倒是有一点让我十分意外，雪儿的体质与我相同，这类人生来就天赋异禀，拥有神仙般的五感，可一旦误入歧途，就会变成危害武林的大魔头，所以不能排除他们成为祸患的可能。不过雪儿如此善良可爱，跟那种可怕的家伙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也送雪儿一份礼物吧。”说罢，只见萧慕容摊开双手，下一刻雪儿的身形便如棉花般飘向了空中。别担心，爷爷，接下来我就要给他展示宇宙了。话落，只见一道蓝色光球将雪儿笼罩，虽然她尚且年幼，但这样反而更好。这个时候的她才是最原始的纯洁状态。萧慕容的话音刚落，霎时间一道黄色光芒自空中落下，十分精准地降落在雪儿身上。半晌，萧慕容停下动作道：“她的吸收力十分惊人，雪儿现在已经接近化境了。”听见这话的老者震惊不已，进入化境便是寒暑不侵，刀枪不入，那可是武林10大高手才能达到的境界。此时昏睡的雪儿落进老人怀中，而萧慕容也上前告别：“既然金盆洗手仪式已经结束，我也要尽快赶去下一个地方了。”老人也趁机问出了心中疑惑：“你还如此年轻，为何这么早就要退隐江湖了？”“我要去西域，我的父母在西域出了点事，离开前结束所有恩怨，这才是江湖的道义。毕竟我说不定再也无法回来了。”闻言，老者十分诧异，连他这种高手都要拼上性命的旅程，西域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该说的都说完了，那就后会有期了。话落，萧慕容的身形便消失在了原地，而老人对他的敬佩也更深了几分，真是难得一见的豪侠呀！雪儿成了化境强者，这在整个武林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但唯一不变的是，他还是个孩子。好在自己也不会因为肿瘤暴毙了，但若是想要保护雪儿长大，还是得尽快脱胎换骨，一切都会按照计划进行。此时老人正准备喂雪儿吃饭，却发现她竟然不见了，并且屋顶还传来了一声巨响，莫非是有入侵者吗？想到这，老人当即拿出长枪准备迎战，却发现是雪儿正在屋顶上蹦跶。老人这才擦了把汗，虽然他如今不会因为这点事受伤，但身为爷爷的他还是警告道：“以后不准再做那么危险的事情。”雪儿露出一副稚气的表情，随即突然伸手指向一边：“是姐姐来了。”老人一脸疑惑，直到贤熙到来，他才意识到，如今的雪儿已经能比自己更早感受到他人气息了。
看着坐在一旁的贤熙，老人顿时心生一计，于是他在贤熙疑惑的眼神中起身，随即来到一棵大树旁，看好了。说罢，老者浑身内力瞬间涌向手掌，伴随着一声巨响过后，贤熙的表情也从疑惑转为了震惊，因为他能够看出这棵大树的表面虽然安然无恙，但它的内部却已经四分五裂，这便是以柔克刚的刘家乾坤掌。若是你愿将武当踢云纵教给雪儿，那我便将这招传授给你。听见这话的贤熙顿时来了精神，一言为定。于是从第二天开始，贤熙便带着雪儿开始了修炼。虽然雪儿与剑后的资质相同，但她尚且年幼，难以理解功法口诀，所以修炼的进度比想象中要慢。就这样过了1个月，最终雪儿只通过观察贤熙的动作，就自己学会了轻功。不过她的动作更像是自创的，和武当派的踢云纵还是有些区别。为此感到开心的还有贤熙，甚至他已经将自己幻想成培养出武林至尊的大师傅了。但老人的声音却将他给拉回了现实。好了，我也已经将乾坤掌传授给你，那我们的合作就此结束吧。贤熙一脸诧异，可我还想再教他一些什么。老人摆手拒绝，我已经没有武功可以和你交换了。没关系的，不交换也没关系的，我就是想再教他点什么。就在老人一脸无奈的时候，黑鸡带着手下一脸焦急赶了过来。贤熙总管不好了，黑虎寨的家伙闯进我们的领地了。刚才还一脸恳求模样的贤熙，听见这话突然脸色骤变，真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就让我来教教他们怎么做人吧。随后又冲老人莞尔一笑，那我下次再来教雪儿武功吧。说罢便带着手下匆忙离开了这里。不久后，贤熙终于赶到山寨，可他正欲出手，却发现黑山寨的人都满脸惊恐逃了出来。还是在黑鸡的提醒下，他才注意到此时正有一道身影在门口进行屠杀。等到看清那人的容貌，贤熙这才惊恐发现此人正是武当4剑之一的侠圣剑王岩。他连忙绕开正门回到山寨，发现原本敌对的2位寨主此时已经达成合作。黑虎寨主怒吼着要出去为手下报仇，却听贤熙的声音从门口传来，那样只会造成更多的牺牲。他可是绝顶高手，绝顶高手只有获得机缘才能达到，是寻常武人毕生所求的最终境界。这座山里还有一位达到此境的强者，我已经派黑鸡去找他了，只是爷爷如今已然年迈，不知道还是不是王岩的对手。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是王岩闯进山寨了。此时他正把长剑架在一人脖颈处。你们这群山贼到底是如何学到武当剑术的？是从这个家伙身上学的。他的话音未落，便有一声怒喝传来。只见张彪挟持着贤熙走了出来，放下武器，否则我现在就要了他的命。王岩冷哼一声，并如他所愿丢掉了长剑。就在张彪自以为得逞之际，王岩的右脚微动，瞬间踢飞长剑，将张彪的手臂贯穿，随即身形一闪来到后方接住长剑，而贤熙也因此跌倒在了地上。王岩面色凝重，走到他的身前，不由分说便猛地一掌扇在他的脸上。身为武当弟子，竟敢泄露师门武功，等事情办完，我再将你给带回武当问责。此时寨主扶起受伤倒地的张彪，随即怒吼着让手下赶紧离开山寨，看来是打算用生命为手下争取时间。张岩的嘴角勾起一抹邪笑，你以为我会放过他们吗？杀了你们之后，我会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砍断手脚，最后像踩死虫子一样了结他们。这番话也将两人彻底激怒，下一刻便挥舞长刀来到他的身前。然而面对如此迅速的先攻，王岩仅仅只是随手挥动长剑，就瞬间将两人给掀翻在地。他对自己的实力拥有绝对的自信，因此他并未当即痛下杀手，而是将他们当成玩具戏耍。殊不知就在他尽情享受这份快乐时，一道剑芒瞬间从他的小腿划过。王岩的面色骤变，若不是他及时向后翻滚闪避，自己的小腿恐怕已经被他砍断。你还真是令人失望啊！我收回先前说要将你带回武当的话，你还是死在这里吧。他的话音刚落，张彪的偷袭便已骤然而至，可下一秒他却反而被王岩给划开了胸膛。王岩的动作没有丝毫停止，身形一闪，又瞬间出现在寨主身前。只见他手中长剑幻化出数道虚影，寨主根本无从躲闪。可就在长剑即将划破他的咽喉时，突然却有一杆长枪挡住剑刃，将他震飞出去。看见老人出现，一众山贼这才松了口气，而王岩却露出了一抹邪笑。如此显眼的长枪，他自然看出了老者的真实身份，没想到竟还有意外收获。看来我的师弟们之所以会死，都是有迹可循的呀。说罢，王岩的身形猛地窜了出去，而老者同样紧随其后迎了上去。他明白，若是想要战胜对方，就必须在3招之内打败他。若是3招过后他还站着，那么没命的人就会是自己了。战斗一触即发，老者第一招便火力全开，将王岩击退。他深知不能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没有丝毫犹豫，便使出了第20枪法。伴随着一阵剧烈爆炸传来，老人倾注全力的最后一击也紧随而至。但王岩见状却露出一抹邪笑。此刻唯有曾是武当弟子的贤熙看出，他要用一代弟子的必杀剑法八卦剑，但来不及出声提醒，两道身影已经毁天灭地般撞在了一起。随着一阵剧烈爆炸过后，王岩右手的骨头猛然断裂，而老者持枪之手同样鲜血淋漓。3招已过，老者已经黔驴技穷，王岩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点，于是便当即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的剑法如风，每次出剑都快如闪电一般。老人被打得节节败退，他明白自己将要撑不住了，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办法，于是他挥舞长枪与对方拉开距离。就在后者出言嘲讽的时候，老人的身形瞬间来到近前，但他并未出枪，而是将手中的鲜血甩到了对方脸上。这一招果然将对方激怒，猛地挥动长剑就欲斩断他的胳膊。
至此，老人的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勾引对方。在你砍断手臂沉醉于血香的那一刻，老夫的长枪也会刺穿你的心脏。然而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是，此时一道小小的身影正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赶来，伴随着一道刺耳的剑鸣声响起，血腥的一幕却没有发生。只见雪儿一手抱住爷爷的胳膊，一手接住王岩落下的长剑，并用带着哭腔的声音怒道：“你为什么要欺负我的爷爷？”震惊了，震惊了！老登这次是真的震惊了。武当绝顶高手倾尽全力挥出的一剑，竟然被孙女单手接住。这一幕也令王岩陷入了短暂呆滞。他想收回长剑，却发现右手根本无法动弹。趁此机会，老者手中长枪猛地刺出，王岩侧身避开，不料老者突然松手，长枪犹如离弦之箭飞出，在王岩的胸口划出一道伤口。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这才发现老者的乾坤掌已然凝聚完毕。伴随着一声巨响过后，王岩的身形瞬间倒飞而出，直到狠狠撞在树上方才停下。老人并未因此放松警惕，立刻吩咐哨台上的弓箭手放箭。面对突如其来的漫天箭雨，身负重伤的王岩根本无法施展轻功，只能倒在地上狼狈翻滚着躲避箭矢。而贤熙见此一幕，也立刻带着山贼一窝蜂冲了上来。王岩彻底陷入了绝望，他怎么也没想到，身为武当四剑的自己，竟然会死在这群臭虫的手中。至此，王岩死在了山贼的乱箭之下。而经过此战，老人的左手也受了重伤，今后恐怕都再也无法双手持枪了。但目前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这个，虽然如今王岩已死，但武当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清风寨等人若是想要活命，就必须趁春天到来之前全部离开。可听见这话的寨主却显得十分犹豫。老人一番追问，这才得知，原来清风寨虽是土匪，但却从不伤害平民，而从贪官那里抢来的赃物，也全都分给了附近的难民。如此一来，他们根本就无法承担逃跑的开销。这时贤熙突然兴奋地提议道：“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在最后大干一场吧。毕竟爷爷你要带雪儿寻找新的住处，肯定也需要大量的钱财。”这番话差点没把老人气死。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居然还想让我去偷东西？可转念一想，贤熙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毕竟总不能让雪儿饿着肚子赶路。于是便轻咳两声说道：“那你们去调查下掠夺良民的贪官吧。”夜里，老人趁雪儿熟睡来到屋外，他将火龙枪架在石头上，手里拿着长刀准备将其砍断。这是跟随刘家参加过无数战斗的传家宝，但为了守护家门的希望，我只能这么做了。说罢，老人手起刀落，火龙枪瞬间断成两截。随后他捡起枪头试着挥了两下，十分得心应手，这样自己就能单手使用火龙枪了，剩下的枪杆就消息一些留给雪儿用吧。然而就在这时，老人突然注意到枪杆里似乎有什么东西，他连忙捡起查看，这才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张羊皮纸，而上面的内容赫然正是刘家早已失传的枪法——杀风枪。老人震惊不已，历代刘家枪传人都没能找到的绝世秘籍，原来一直都被他们握在手中。而这张纸上不只记载了枪法，还有枪鬼刘正风留下的一段话：“老夫一生纵横武林，未尝败绩，唯有剑帝与刀皇能与我一战。但这一切都在不久前发生了改变，我被人用卑鄙手段陷害，受了重伤，恐怕命不久矣。他们自称是从西域天竺国来的千魔教，我与剑帝刀皇合力击退了他们，但我不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战力。在消灭他们之前丧命，实在令我放心不下。老夫在与他们的殊死决斗中有所领悟，这才完成了真正的杀风枪。但他们的监视并未停止，若是将这武功传给后代，反而会给家门埋下祸根。有朝一日传家宝断裂，那就意味着家门正在面临危机。希望老夫为了延续家门如此安排，能够帮上大忙吧。”看到这里，老人却反而长叹了口气。刘家确实遇上了危机，但如今自己年事已高，无法学习新的武功不说，手臂还废了一条，连好好拿起长枪都做不到，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时，雪儿突然哭喊着冲了过来，她的速度极快，手里还拿着老人为她做的竹枪，看样子是非常喜欢她。直到这一刻，老人才终于明白，刘家还没完，家门留下的最后秘籍是给自己家雪儿的。于是这天饭后，老人看着吃撑的雪儿，笑眯眯说道：“既然已经吃饱了，那爷爷就来陪你玩一下怎么样？”雪儿一脸兴奋地答应，老人却严肃地将竹枪递了过去：“对不起了，雪儿，为了帮助你修炼，爷爷接下来可能会有点严格，这都是为了你好，希望你有朝一日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吧。”随后两人来到屋外的空地，老人随手摘下一根芦苇：“你经常看我练习枪法，现在就模仿一下进攻我吧，我就用这个来挡。”老人的话音未落，忽然却有一道劲风从他眼前扫过，再次睁眼才发现手里的芦苇已经少了一截，而雪儿正以极快的速度挥舞竹枪进攻。老人震惊不已，自己分明是用内功挡住的，但手还是被他给震得发麻。面对雪儿速度越来越快的进攻，老人也逐渐感到有些难以招架。你这臭丫头，难道非要打赢爷爷不可吗？但此时雪儿玩心大起，她猛地一个纵身跳向空中，老人怕她摔倒，于是也连忙施展轻功跟了上去。可就在他即将抓住雪儿的时候，雪儿却再次踏空向上跳跃了一次，这是武当派的踢云坐，没想到他竟然已经能够熟练运用了，真是耀眼的天赋啊！两人同时落地，老人的好胜心也被激起，下一刻便闪身来到雪儿身后，这下你跑不掉了吧？然而就在老者自信满满伸手按住他时，却见雪儿的身形瞬间化作残影，顷刻间又出现在了自己身后。两人就这样你追我赶了半天，老人最终还是没能抓住雪儿。看着他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老人只能装死。哎呦，爷爷要累死了，看来以后雪儿要自己一个人生活了。
不料看见这一幕，雪儿非但没有表现出伤心的模样，反而抡起巴掌就往老人的脸上扇，直到看见他流出鼻血，雪儿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连忙撒泼打滚，哭喊着求爷爷不要死。老人有些无奈，这孩子实在成长得太快，再过不久恐怕就要强到让自己无法招架。不过控制不住的力量与伤害自己的凶器无异，看来应该让他修炼以调和为根基的刘家功法，让他能够稳定内心的情绪并修身养性。想到这里，老人便睁开眼睛叫住了雪儿，只要雪儿以后都乖乖听话，爷爷可能就不会死了。雪儿立刻点头表示答应。老人见状这才起身，既然如此，那爷爷就重新活过来了。于是从那天开始，两人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修炼，而雪儿的天赋也一天比一天大放光彩。在武林的历史上，她足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雪儿不仅拥有真气流向自由的仙阴之体，更是年纪轻轻就已达到化境，一旦开始修炼武功，就如鱼得水般飞速成长。直到几个月后的今天，雪儿已经能够撼动小山般的石头。可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突然却有一声巨响传来。老人转头望去，这才发现巨石竟产生裂缝炸了开来。这还是雪儿第一次使用乾坤掌，竟然就劈开了巨石。不过老人此时来不及震惊，因为就在巨石即将落下的时候，山脚下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就在老人以为无力回天时，本该落下的巨石竟悬停在了半空，下一刻又重新飞到了岩石顶部。老人这才注意到，如今雪儿竟然已经能够隔空射物了，这可是只有内力深厚的绝世高手才能做到的事情。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个的？这时贤熙一脸惊恐地走了上来，原来刚刚的尖叫就是他所发出的。而他这次前来除了送肉，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抢劫的目标已经调查清楚了。他将方圆100里内的恶势力都整理了一遍，其中就连规模与特点都写得十分详细。老人仔细查阅一番，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最后一页。可贤熙却显得有些惊慌，那是天龙商会，他们是一群不做正当买卖，专门放高利贷榨取百姓血汗钱的混蛋。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嚣张，是因为他们每年都向官府上缴相当可观的钱财，并且他们还有华山派做靠山，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招惹的为妙。原来如此，那我们这次要抢的目标就是他了。这群自诩正派的江湖人士，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商铺，强抢民女。父亲只是想要保护女儿，没想到就被他们打成了残废。而围观的村民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只因这群人盘踞此地多年，早已形成了庞大势力。他们表面上是做着正当买卖的天龙商会，背地里却专门坑害百姓，无恶不作。然而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末日马上就将到来。此刻，几人抢完商铺，正欲离开，突然却有3人叫骂着走了过来：“放开你手里的姑娘！”为首之人面色不善，回头望去，发现来人身着武当道服，他先是一惊，随即又底气十足地拎起女子笑道：“我们只是来收债的，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后面的人你可惹不起。”可他的话音刚落，突然却有一道剑芒闪过，下一刻便将他的右手斩了下来。男人震惊不已，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真敢动手，但他们又不敢招惹武当，只能留下一句“给我等着”，便灰溜溜逃离了现场。而贤熙等人并没有就此离开，他们随后又打砸了天龙商会的各处据点，直到摧毁一处码头时，这才有3名华山弟子前来阻拦。只见为首之人一字一顿怒道：“在华山派管辖的地方，你们究竟做了什么？”武当派的大侠们。然而山贼们听见这话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之所以伪装成武当道士，本就是为了引起2大门派的纷争。于是当即便同样怒道：“我们正在处理残害百姓的混蛋，难道你的眼睛是看不到吗？还是说你们和这群强盗是一伙的？”正义的华山派大侠，真是武林盟的耻辱啊！嘴上说是正派人士，却做着人渣的事情。这人闻言轻蔑一笑：“如此挑衅我们，你们真的能够承担后果吗？”债主并未理会，而是转向围观的人群起哄道：“各位认为我们说的有错吗？”百姓们虽然同样愤怒，但害怕遭到报复，也不敢出声。可就在这时，人群中却有一位戴着斗笠的老人大声喊道：“给这群无赖当靠山，就是同流合污！”见有人站出来说话，民众们也纷纷指责起了华山派的不是。为首之人气愤不已，右手竟不自觉地握住了剑柄。而贤熙等的就是这一刻。师兄，这群家伙想要动手。此言一出，山贼们纷纷冲了上去，对着几名华山弟子就是一顿暴打，直到将他们全部打到鼻青脸肿后，这才满意地离开了码头。不久后，男人从地上艰难爬起，他的眼中满是愤怒，发誓一定要将这份耻辱尽数相报。而山贼们回到酒楼后，立刻便换掉衣服，悄悄离开了这里。但贤熙和老人却留了下来，因为接下来才是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时间很快入夜，贤熙独自来到了城外的村子，此时已有几名武当道士在此等候。原来他们在离开山寨之前，就已经向武当寄了一封书信，约好了今日见面。看见一脸狼狈的贤熙出现，弟子们也都吓了一跳，连忙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贤熙则一脸悲痛地说道：“我们全军覆没了，你说的是真的吗？”贤熙的话音未落，便有一道浑厚的声音传来，紧接着一位头发黑白参半的老者出现，他正是武当派的清虚长老。没想到竟然连他都被惊动了，自己真的能够骗过这个人吗？师叔们都被害了，你一个武功尚浅的弟子却活了下来，如果这是真的，你就告诉我究竟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对我武当弟子出手。贤熙虽然害怕，但还是壮着胆子颤颤巍巍说道：“我们讨伐山贼后暂留在山阳县，但却与天龙商会起了冲突，那群家伙怀恨在心，于是便趁夜深人静偷袭了我们。
师叔们都死了，我也被他们监禁，直到不久前才找到机会逃了出来。既然如此，你为何不马上回到师门，而是派人送来书信？因为那群家伙知道我逃跑后，就一直在派人追杀我，并且还封锁了村口，监视着那个地方。不料闻听此言，清虚骤然发怒，你的意思是，一个三流势力就将我武当弟子全部杀光了，其中甚至还包括武当4剑之一的王岩。面对清虚身上爆发出的恐怖威压，贤熙装模作样的流下了2行清泪。其实天龙会的靠山是华山派，这时一位弟子上前告诉长老，天龙会的确是华山派的主要资金来源。闻言，清虚的面色顿时一黑，所有人听令，立刻随我前去山阳县。一行人很快来到城外，而因为山贼们白天的所作所为，天龙商会的人果然已经封锁了城门。贤熙见状，悄悄探出草丛，挥了挥手，而这一幕也被商会的5人尽收眼底，当即便怒吼着说要宰了这个臭道士。不料此话刚落，草丛中便瞬间窜出一群剑士，武当之名受辱，他们自然不会留情。伴随着一声声惨叫响彻夜空，城外很快便只剩下了一位武人，而长老也从他的口中得知，华山派的人的确如贤熙所说就在城内。清虚闻言震怒，立刻命他前去叫来华山弟子。片刻后，一众华山弟子浩浩荡荡来到城外，可他们见到清虚长老非但没有行礼，态度还无比蛮横，这也让清虚长老忍无可忍。原本我还想大发慈悲听你解释，可你竟敢如此目中无人。而男人闻言也是毫不让步，给我说话客气点，此事本就是你们无礼在先。然而他的话音未落，长老便猛地一掌扇在了他的脸上，真是放肆！眼看对方依旧站着，清虚本想再扇一掌，却被男人一把抓住，而两边的弟子见状也纷纷握住了剑柄。清虚此时已是怒气冲天，我只说一遍，若是不放手，你们今晚全都得死在这里。感受到对方身上的强大威压，男人见状也只好作罢，随即便带着手下怒气冲冲离开了这里。深夜，城内某处的屋顶上，老人正在静静观望着这一切。这时贤熙出现在了老者身后，他表示目前为止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但清虚长老明天要去见华山掌门，到了那时我们冒充武当派的事情就露馅了。可闻言老人却显得十分自信，华山与武当本就水火不容，如今我们浇上了这一把油，火花很快就会燃烧起来，他们等不到明天的。果然就在不久后，华山弟子集结了大帮天龙商会武者，出现在了武当派居住的客栈外，在为首男子的一声令下，大战就此展开。而与此同时，老人与山贼们来到了天龙商会外，此时会内5人已经被调走大半，这也是老人计划中的最后一步，那就是潜入其中窃取财物，并在1刻钟的时间内撤退。因为商会一旦遇袭，华山与武当很快就会察觉到自己被骗，行动很快开始。老人却独自留在了林中，因为必须有人留下照看雪儿。1刻钟的时间很快过去，可山贼们却迟迟没有出来。就在老人感到不安之际，原本熟睡的雪儿这时突然开口，我听见姐姐说痛了，是谁打她了吗？听见这话，老人顿感不妙，连忙弯下身子告诉雪儿在这等着，爷爷马上回来。看见他睡眼惺忪的点了点头，老人这才拿起长枪消失在了夜色中。而此刻的商会内，贤熙等人果然遇到了麻烦，天龙商会的总管梁忠竟在此地留守，要知道他的实力可在绝顶之上，这意味着在场根本没人是他的对手。此时梁忠的身形一跃而起，猛地挥动长刀向寨主劈砍而去。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道光芒亮起，一杆长枪如龙般爆射而来，猛地将梁忠给击退了数米之远。随后老人出现接住长枪，下一刻又与梁忠鏖战在了一起。他边战边向山贼们喝道，我来拦住他，你们快走。经过一番强烈的心理挣扎，山贼们最终还是扛起财物先逃了出去。梁忠想要追击，但被老人缠住，根本难以脱身，这也让他不由心生疑惑，山贼帮里怎会有这等高手？不过梁忠来不及多想，便再次挥刀上前与之战在了一起。毕竟一个迟暮的老头又能厉害到哪里去呢？双方交手数招后，梁忠突然发现老人从不用左臂，于是他当即改变进攻思路，猛地挥动长剑斩向其左臂。这一击虽被老人轻松躲过，但此刻他的弱点暴露，梁忠的进攻也开始愈发猛烈，老人被打得节节败退，此时已然有些招架不住。就在他打算破釜沉舟以命换命时，一转头却看见了雪儿的身影，他的速度极快，口中不停高喊着爷爷朝这边冲来。老人顿时大惊失色，连忙焦急喊道不要过来，但却没有起到丝毫效果。梁忠似乎也意识到了这名女孩的重要性，便想着将她给抓了当作人质，于是当即施展轻功朝她冲了过去。然而就在他自以为得手之际，雪儿却突然跳到了他的肩膀上，但梁忠的反应极快，下一刻又猛地换手将其抓了回来。梁忠把刀架在他的后颈处，出言威胁道，立刻把你们偷走的钱财送回来，否则我马上就要了这小丫头的性命。此时准备回来支援的寨主见状，连忙答应现在就将东西如数归还，希望他不要伤害雪儿。可就在这时，雪儿突然开始剧烈挣扎了起来，她的力道之大，强如梁忠竟也感到有些难以承受。雪儿的挣扎愈发激烈，梁忠的脸色也开始愈发难看，老人心中本就焦急万分，见此一幕更是没忍住直接冲了过来，而这也将梁忠彻底惹恼。你若是再上前一步，我就先要了你的狗命。我不要。梁忠的话音刚落，突然却有一道稚嫩的声音传来，这道声音正是来自雪儿。听见有人要伤害爷爷，他下意识就举起小手朝前拍了下去，这一掌看似软弱无力如同棉花，但却爆发出了无比浑厚的内力。随着一阵骨裂声响起，梁忠的左臂失去控制耷拉下来，而雪儿也因此跌
跌落在了地上。也就是在这个瞬间，梁中的手臂瞬间扭曲变形，口中爆发出一声剧烈的惨叫。他怎么也无法相信，只是被那么小的孩子拍了一下，竟然就让自己受了严重的内伤。梁中气愤不已，提起长刀就欲向雪儿斩去，可突然却有一只大手抓住他的头发。回头一看，这才发现老人已然来到身前，他的脸上满是愤怒：“你这家伙竟敢伤害我的孙女！”说罢，老人猛地将浑身内力注入长枪，下一刻便释放出一道耀眼的罡气，猛地穿透了意图反击的梁中胸膛。伴随着一声惨叫传来，梁中痛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就这样，山贼们不费一兵一卒，就从天龙商会窃取了大量财物，并乘坐提前准备好的货船离开了这里。此时船舱内的财物已经堆积如山，按照约定，老人可以拿走其中的一半，可他却只拿了一串金币，这让债主感到十分不解。老人却说他不需要那么多钱，只要够他养活孙女，让他健健康康长大就行了。说着，老人便朝船舱外走去。我会带着雪儿隐姓埋名生活，你们也要小心。现在不仅仅是官府，就连武林盟都对你们下了追杀令，我那份剩下的钱，就等尘埃落定之后全都分给百姓吧。得知老人与雪儿将要离开，山贼们全都哭成了泪人。但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相互告别之后，老人便带着雪儿乘上了小船。看着货船上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老人的心中思绪万千。他想起了债主最后问的问题：“您离开之后要去哪里呢？”老人是这样回答的：“我要找一个新的地方安家，找一个能够教会雪儿我们家族秘技杀风枪的地方，并且能让雪儿不受威胁，成长为强者的那种地方。”传闻在远离武林盟的某座城镇，有一个被称为邪派圣地的地方，这里禁止正派入内，到处都是凶残野蛮的邪派。然而今天这里却出现了一道陌生的身影，那是一位迟暮之年的老者，身后还背着一个尚且年幼的孩子。无论怎么看，他们都与这里格格不入。老人走进一家酒馆，并给孩子点了一份烧鸡。这时周围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转头望去，发现是一名青年正在玩扳手腕赌局。此时他已经连赢多场，于是便自信满满的起身向屋内众人喝道：“还有谁能挑战我魏强的臂力？只要赢了我，这笔钱就全都归你，我来挑战。”青年的话音刚落，就有一道强壮的身影大喊着走来。见此一幕，老人也有些许震惊，好强的气息！看着迎面走来的壮汉，青年顿时打起了退堂鼓，直到听见对方说只用一根手指，并且输了还要给出10倍的钱，他这才妥协地坐了下来。随着一声令下，比试正式开始。虽然对方是位高手，但论扳手腕的技巧自己在他之上，只要在一瞬间爆发所有内外功，即便是高手也得败下阵来。然而伴随着青年一声暴喝，他的右手却反而被扭曲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青年捂着手臂惨叫，壮汉则爽朗大笑了起来。好了，还有没有人敢与我白魁玩玩？赢的人我照样给他10倍的钱。听见这话，众人都纷纷发起了牢骚，谁能赢得了霸道门门主啊？如果你使出全力，我们怕是会小命不保。可这时白魁却比出了一个晋升的手势，随即缓缓伸手指向一边，这里有一个能与我抗衡的人。眼看老人没有理会自己，白魁便起身来到了他的身后。别假装没听见了，我可知道您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听见这话，老人的脸上顿时冒出一丝冷汗，自己是为了躲避武林盟才来到这里，若是现在违抗他的命令，恐怕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于是老人这才松开紧握的枪柄，并嘱咐雪儿留在这里等候，随即起身告诫对方：如果我赢了，你只需让我安静离开即可。白魁邪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你若是赢了，我的项上人头都可以给你。伴随着酒楼内爆发出几道欢呼声，两人也在酒桌落座。老人露出与年纪不符的强壮手臂，下一刻便与之开始了较量。比试刚一开始，双方就使出了全力，因为这不仅仅是蛮力的对决，更是内力的比拼。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两人的手却依旧纹丝未动，这也让围观人群震惊不已。这家伙居然跟霸道门主不相上下，真是难得一见啊！然而就在这时，老人的手突然开始慢慢偏移，他快顶不住了。明明自己的内力即将到达3甲子，却还不是这家伙的对手。莫非他的实力还在超绝顶之上吗？眼看胜负即将定下，变故却突然发生，一只小手突然在白魁的头顶抚摸了起来。这人正是雪儿，他一边快速抚摸，一边还在喊着好柔软。这一幕顿时吓坏了围观的人。要知道，曾经只是有人在白魁面前开了一句光头的玩笑，下一刻他的脑袋就与脖子分家了。这小丫头怕是危险了。可这时雪儿突然一脸疑惑问道：大叔，你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这番话更是吓坏了众人，但雪儿却突然向一旁虚空一指，一根鸡腿缓缓浮向空中，下一刻便飞到了雪儿手上，竟然是隔空取物。看见这一幕，众人差点没把下巴惊掉。而雪儿在拿到鸡腿后，便立刻将其塞到了白魁口中。叔叔，你要乖乖吃肉，这样才能快快长头发。眼看白魁受到外力干扰，气息混乱，老人也顾不上震惊，当即便使出浑身解数将局势扭转。而雪儿却依旧还在抚摸着白魁的脑袋。直到此刻，白魁终于忍无可忍，他猛地起身，露出一副恐怖的表情，而老人则连忙将雪儿拉回身边，并紧紧握住了长枪。只听白魁邪笑着大声喝道：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吧，不久前山阳县发生的华山派与武当派狗咬狗的事件，从中挑拨离间的人就是这位大侠。此言一出，周围的邪派人士们纷纷欢呼了起来，毕竟在他们眼中，只要是能摧毁正派的人都能被称为大侠。而白魁也恭敬抱拳道：这位大侠，还请原谅小弟的无礼。老人不禁有些恍惚，多少年没听过有人喊自己大侠了，没想到竟还是一群邪派人士喊的。
来了来了！就在老者的身份被白魁当众揭穿后，他也因此成了邪派眼中的英雄。而在得知老人这些年的经历后，白魁眼中的赞赏也更胜了几分，于是便直接将他给带到了霸道门，并表示以后都不用再四处躲藏了，就在这里住下即可。随后老者又从白魁口中得知，原来他的父亲曾是名震江湖的正派豪侠，却被武林盟的某人陷害死于非命，而白魁也是因此才继承了霸道门。随后他又带老人参观了门徒修炼，这些人个个身强体壮，一眼望去更是气势十足，但他们却都有一个特点，全都是光头。还是在白魁的解释下，这才得知原来霸道门所修功法名为鬼头功，修炼此功的男性会变得很强，但副作用就是会失去头发。我们霸道门还有个传统，会给前来拜访的客人传授鬼头功，若是大哥您有想法，我亦可传授给你。听见这话，老人震惊地摸了摸头发，正欲夺门而出，却见一位妖艳女子缓步走来，她正是门主夫人孟莲花。听闻门主带了贵客前来，我便将住处给打扫了出来，若是您就这样离开，我可是会很困扰的。说罢，他便安排下人带老者前去别院。白魁刚想亲自带他过去，就被夫人一把抓住。门主莫非忘了要与我商讨家事吗？白魁就这样被夫人拉进了房间，听着身后不断传来的叫骂声，老人却反而欣慰一笑，原以为邪派都是大奸大恶之人，今日看来，这不过只是自己的偏见罢了。更何况他们还为我准备了这么好的住所。但老人并不准备好好休息，因为从今天开始，他就要在这里将杀风枪的一切尽数传给雪儿。时光飞逝，眨眼便是半年时间过去，而雪儿也在老人的指导下飞速成长。这天，白魁一脸慌张地闯进院子，不等老人出言询问，就听他一脸严肃说道：“大哥，你听好了，从今日开始，顾县就要变成战场了。四血门的混蛋在东川袭击了我的兄弟，我必须要去剿灭他们。”原来顾县本被平分为4个势力，但这份平衡却在几年前被四血门打破，他们吞并了黑龙团，如今又盯上了摩天会与霸道门。老人表示自己可以过去帮忙，却被白魁摆手拒绝：“大哥，你在这里好好守着雪儿就行，等我将他们除掉之后，再久违的陪我喝一杯便可。”说罢，白魁便带着门徒气势汹汹出发了。时间很快来到下午，白夫人拿着点心准备给老者送去，可推门一看，却发现他与雪儿正在修炼。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模样，白夫人欣慰一笑，真是个可爱的小家伙，不知道我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和他一样呢？他并没有打搅两人的修炼，在放下点心后便哼着小曲儿离去了。傍晚，老人结束修炼，睁开双眼，正疑惑白魁怎么还未归来，雪儿突然开口说道：“爷爷。”柔软说：“痛了。”老人顿感不妙，自从雪儿进入化境之后，便能够感知到100丈外的动静，莫非是白魁遇到麻烦了吗？这时只听雪儿再次说道：“不对，是柔软阿姨。”这番话更是令老者心中一颤，白夫人出事了，难道是庄园被人入侵了？老人立刻拿起短枪准备前去支援，可没走2步他又突然停下，不对，这里也有危险，不能将雪儿单独留下。而与此同时，霸道门内已是一片狼藉，白夫人捂着受伤的小腹，带着仅剩的几位手下苦苦支撑。身前一位四血门小队长邪笑说道：“若是你们按照邪道连的意思，让护县的邪派统一，又怎会闹到如今这种地步？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投降便可饶你们一命。”听闻此言，白夫人暴怒：“给我闭嘴！你们这群卑鄙小人，不就是想拿我当人质威胁门主投降吗？与其如此，我还不如死在这里。那就如你所愿吧。”男人的话音刚落，4道身影顷刻间飞掠而出，可就在他们接近的瞬间，窃听几道清脆的碰撞声响起，众人抬眼一看，这才发现白夫人竟然纵身跃向了空中，随着她手持偃月刀猛然旋转开来，现场刹那间被一片血雾笼罩。然而还不等他来得及高兴，就见小队长已然挥刀杀到身前，千钧一发之际，一道武器碰撞声骤然响起。小队长震惊的同时，偃月刀已然向他斩去，他迅速控制身形向后闪退，但却依旧还是受了不轻的伤。来人正是老者，他手持短枪挡在夫人身前说道：“我尽量拖到白魁回来之前，你先躲到后面去吧。”可白夫人怎愿就此离去，您还是带着雪儿逃走吧，这些家伙都是一流之上的高手。老人又怎会不知这点？他也明白自己无法对付这么多人，但若是留下他们不管，刘家庄的惨案就会在这里重演。因此老人心中并无半分退怯之意，他向身前众人大声喝道：“老夫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若是现在离开，你们就能保住性命。”听见这话，小队长的心中一惊，光是声音就有如此之强的压迫，此人的内功恐怕极为深厚。于是他立刻下令摆出战斗阵型，显然是不打算善罢甘休。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他轻声叫住了身后的雪儿：“爷爷曾经说过，做了坏事的人就要挨打，那群身穿红衣的大叔做了很多坏事，等会你就用手中的棍子去打他们，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好好闭上眼睛。”这一幕看得小队长疑惑不已，这家伙莫非是老糊涂了吗？背着个孩子还怎么战斗？然而就在他准备下令动手时，忽然却有一根竹棍狠狠砸在了他的脸上，爆发出的恐怖内力余波更是直接将周围几位武者掀飞出去。这一击的速度实在太快，他们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而老者的身形仍未停下，下一刻竟直接闯进了敌阵。他手持火龙枪所向披靡，而身后的雪儿虽然紧闭双眼，但却每次都能精准击中敌人。这一幕更是令小队长难以置信，自己的手下可都是接近绝顶的一流武人，
怎么会如此轻易就被攻破？莫非他们是化境强者不成？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而四血门的支援也在这时赶到，这也为小队长增添了几分信心。就算他们的水平在超绝顶之上，也绝对无法同时应付这么多人。于是他当即下令摆出更加灵活的杀剑阵。见此情形，老人也不禁感到有些棘手，自己的体力已经逐渐不支，若是在这时被对方刺伤，就有可能会让雪儿陷入危机。即便让白夫人先逃跑，自己也没把握阻止所有追击他们的敌人。你们全都逃跑也无所谓。老人的思绪未落，小队长便一声暴喝打断了他。就在刚刚，我改变主意了，我给你们机会，赶紧逃跑吧。但是那孩子将来恐怕会成为我们的威胁，因此哪怕赌上鬼杀队所有人的性命，我也必须在这里斩草除根。不料他的话音刚落，突然却有一股恐怖的气息席卷而来。你刚才说什么？这一幕顿时吓得众人心生退意，还是在小队长的大声命令下，他们这才回过神来，提剑杀了过去。老人见状轻声叫住雪儿，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试试一直以来修炼的杀风枪吧。在雪儿的欢呼声下，两人的身影骤然化作一道烈焰，如同闪电般窜进了敌群，伴随着一声声惨叫传来，敌人顷刻间死伤大半。但此刻老人已然深入敌阵，小队长明白机会来了，于是当即便命令所有手下集中攻击老者。在他们的猛烈进攻下，老人也逐渐感到有些招架不住，若是继续这样下去，自己与雪儿恐怕真的会被这条毒蛇吞噬。没办法了，雪儿，睁开眼睛吧。然而就在雪儿睁开眼睛的瞬间，已是黄昏的空中突然爆发出几道光芒，将雪儿给闪得再次闭上了眼睛。紧接着光芒精准降落在众人面前，是鬼头们回来了。人群中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小队长的心中顿时惊恐万分，这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回来？路上分明还有另一个精英小队正在埋伏，这就是霸道门主白魁的实力吗？此时白魁瞥了一眼夫人的伤口，他顿时面色骤变，冲人群喝道：是哪个混蛋敢动我的妻子？无论是谁，我都会嚼碎他的骨头。此言一出，众五人被吓得互相推脱起来。是那个大叔。这时雪儿突然指着小队长喊道：就是那个大叔干的，我都听见了。小队长下意识想要出言反驳，但白魁的身形却已来到近前，猛然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此刻白魁宛若一尊杀神，风卷残云般冲进敌阵，展开了屠戮。直到看见眼前血腥的一幕，老人才明白，难怪四血门会用调虎离山之计将白魁与门徒引出去，这群家伙实在是太强了。时间很快入夜，白魁向老人表达了感谢，可当后者询问下一步的打算时，他却当即愤怒拍桌，表示要闯进四血门，然后拧断他们门主的脖子。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既然是他们先动的手，那就意味着早就做好应对失败的对策，又或者这次的失败本就是他们计划中的一环。你的脾气火爆，他们可能已经设好陷阱，就等着你意气用事呢。再加上他们已经吞并了黑龙团，现在的人数比霸道门还要多2倍不止，万不可贸然行事。白魁闻言一拳捶在桌上，无所谓，不是哪边人多就会赢的，如果要除掉对方，我们就会直接行动。这番话差点没给老人气死。这白魁虽然勇猛，但却缺乏谋略与冷静的判断，老人强忍住想要一掌扇死他的冲动。听好了，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好好说服摩天会和我们联手，若是走错一步导致关系破裂，极有可能连他们也会倒向四血门。白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大哥我明白了，若是他胆敢不协助我们，我就把摩天会给烧成灰烬。此言一出，老者再也绷不住了，当场就被气得倒在了地上。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白魁来到了摩天会府外，看见他的出现，守卫们也纷纷警惕地架起长枪拦住了他。回想起昨夜大哥的苦心劝导，白魁也只能强忍心中怒火，一脸平静地表示自己要见门主。然而这时老者却来到了守卫身前，他面色不善，怒道让开。眼看两人依旧不为所动，老人便猛地一掌轰开了大门，随即他带着一脸茫然的白魁走进其中。所有前来阻拦的武者都被老人一招撂倒，巨大的动静很快引来了大量武者，甚至就连长老都被惊动。白门主，你一早闯进别人庄园，这是意欲何为？白魁的脸上疯狂冒汗，生怕自己一个不注意说错了话，导致对方倒向四血门。我是来和你们聊聊的。老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你让开吧，让我来说服他们。说罢，老者推开白魁走上前去，在众武者疑惑的眼神中，老人扶住斗笠，大声喝道：从现在开始，这里就归我们霸道门所有了。说服了，说服了。老人用他的手段彻底说服了摩天会。就在老者当众宣布要占领此地后，一名武者当即持刀冲他杀来。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老人只是轻轻抬起右手，就将他给定在了空中。随着他放下右手，武者又被重重摔倒在了地上。这一幕彻底惊呆了众人。能够使用隔空射武，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达到入神境。但长老偏偏不信邪，他认为这不过是老人的手段罢了，于是当即便下令所有人一起上。然而就在这时，他们手中的刀柄竟凭空燃起了熊熊烈火，下一刻便纷纷丢掉了滚烫的长刀，竟然是3昧真火。直到此时，长老才意识到这家伙根本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的实力是真的达到了化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刚才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老人身后的雪儿干的。与此同时，老人面色严肃冷声道：我只手下留情一次，若是再敢动手，就等着被我给烧成灰烬吧。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就被吓得不敢动弹。随后老者又冲一旁大声喝道：还不出来吗？闻言，此人这才慢慢走出。白魁见状表示他就是摩天会的会长张良。只见他缓步来到长老身边，轻声道：此人能够发现隐藏气息的我，内功想必深厚无疑，但他
他应该不是白家人，而是在上一代活跃过的魔头。这番话显然都被老者听见，他这一生最恨被人称为魔头，于是当即便一个闪身捏住张良肩头。张会长，你是打算与卑鄙的四血门联手，还是要跟我们霸道门处在同一战线呢？感受着对方身上的恐怖内力，张良无奈地叹了口气。从此刻开始，霸道门的敌人便是我们魔天会的敌人。白魁见状大笑着张开双手，这就对了，我早就想与张良老弟称兄道弟了。然而这时老者却拦住了他，且慢，口头上的联手毫无意义，若是想要与霸道门成为兄弟，就必须拥有相应的标识，你们所有人都没有例外，是要全部死在老夫手里，还是举行仪式后成为兄弟，自己选吧。而与此同时的四血门内，门主早已设好陷阱，等待白魁前来送礼。可这时却有一名手下焦急冲了进来，不好了，门主，魔天会跟霸道门联手了。得知此事，千秀并未惊慌，他摩挲着下巴暗自思忖起来，以白魁火爆的性格，肯定不会放下身段去说服别人，一定是用武力强行镇压了魔天会，因此双方必定会有不少伤亡。这时暗查组通过信鸽送来密报，信上说魔天会的庄园内正有一群光头摆开架势闹着不走。千秀闻言更是惊喜万分，看来果真如我所料，如此一来霸道门又空了。所有人听令，先派出黑龙会佯装进攻魔天会的光头，其余人马跟随本座攻打霸道门。不久后，霸道门的大门被一掌轰开，四血门的人马顷刻间涌入其中，都给我上，把白魁的家人抓去做人质，剩下的人全部除掉。然而随着他们踹开一间又一间的房门，却发现这里根本空无一人。就在千秀为此疑惑之际，突然一柄长刀旋转着向他袭来，他狼狈转身挡下攻势，凝神一看，发现出手之人正是白魁。这怎么可能？你不是在魔天会吗？每次都是你算计别人，如今自己中计有何感想？白魁的话音刚落，身后的屋顶上便出现了数十道身影。千秀顿时一惊，立刻便愤怒质问手下怎么回事。恰好此时暗查组密报再次送来，手下一脸震惊的汇报，那边都是魔天会的人，他们全都剃了光头。听见这话，千秀的脸色也愈发难看了起来。原本打算整合三股势力再进攻霸道门，但如今这种局面，谁胜谁负就只能凭借个人武力了，真是难以置信。白魁这个莽夫竟能想出如此对策，还是说霸道门内出现了我所不知的谋略家？此时千秀停下思绪，剑指白魁，虽然堂堂正正不是我的风格，但眼下看来，似乎只有一决胜负这一个办法。不料话音刚落，白魁便猛然提刀杀来。你错了，你不该与我正面对抗的，你要做的应该是拼命逃跑才对。听见这话，千秀反而露出一抹邪笑，少瞧不起人了，我早就不是曾经那个千秀了。说罢，他猛地用力震开白魁，随即长剑快如闪电般刺出。后者虽然有些震惊，但也不至于无法招架。双方战得火热，房檐上的老者同样感到震撼，一边是敏捷快速的长剑，另一边则是刚猛有力的大刀，就好像在观摩猛虎与毒蛇争斗。两位强者交手散发出的恐怖气势，更是将周围武者震得不敢动弹。而老者之所以在房檐上观摩，也是为了让雪儿吸取实战经验。与此同时，双方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千秀的速度越来越快，每挥出一剑都能在对方身上留下一道血痕。相反，白魁的攻击每次都被挡下，这也让千秀信心暴增，手中长剑犹如狂风骤雨般挥出，将白魁逼退数米之远，身上更是遍体鳞伤。若是寻常人来看，一定认为千秀赢定了，但老人却说白魁会赢。虽然白魁看似身受重伤，但实际上只是被划开了皮肤或衣服。相反，千秀虽然次次都能挡住双刀，但其上却承载着白魁浑厚的内力，因此这一来二去，他受到的内伤反而要比外伤还重。此刻，胜利的天平果然彻底倒向白魁，千秀被打得节节败退，就连手中长剑也被挑飞。他迅速向后暴退闪躲，但却依旧被斩断手臂，摔倒在地。就在白魁沉浸其中准备追击时，千秀的脸上却露出一抹邪笑，紧接着数十枚飞针从暗处袭来。老人顿感不妙，那是自己曾经用过的手法，他故意放弃手臂，给了暗杀队偷袭的机会。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四面袭来的毒针却突然停下，是老者出手了。他一个纵身从屋檐上落下。既然你们的手段如此卑鄙，那我也没理由再袖手旁观了。千秀见状就欲对他出手，却被白魁一脚踢中腹部，瞬间倒飞出去。四血门众人见状刚想动手，就发现自己被定在原地动弹不得，下一刻又悉数飞向空中，狠狠地砸落在地上。胜负已决，没必要再伤及无辜，若是再敢动手，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看着重伤倒地的千秀，白魁一脸不屑道，你也不必去怪罪谁，是你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说罢，白魁猛地挥刀向他脖颈斩去，然而伴随着一声惨叫过后，千秀的脖子却依旧完好，但他身边的地面已然被撕出一道巨大的口子。你这混蛋是在羞辱我吗？快点动手啊！白魁当然想这么做，但老人曾与他说过，将来会成为祸根的家伙最好尽快解决，但若是能为己所用的人，将其留下又何尝不是好事呢？你要感谢我宽宏且睿智的大哥。少废话了，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做你的狗吗？他的话音未落就被白魁一声暴喝打断。曾经聪明的你何时变成这样？劫道连是想要护县的门派齐心协力，而非自相残杀。若是我们真斗得你死我亡，你认为最大的受益人是谁？自然是夺走了我父亲性命，且害死了你兄弟的那群虚伪正派。若是你们都愿助我霸道门一臂之力，附近的华山派与中南派也不敢小瞧我们护县了，这不也是你大哥所希望看到的吗？听到这里，千秀终于是握住了白魁伸出的手，我欠你一条命，今后我会为护县而活的。至此，
顾县的邪派内斗终于落下帷幕，老人解开用来背雪儿的布袋，并为千秀包扎好了伤口。你与我不同，这点小伤，年轻的你很快就会恢复的，但你该如何保证今后无论如何都会与白魁处于同一战线呢？千秀一脸严肃，只要能够证明我的决心，任何事情我都能做。真的什么都能做吗？那是自然。伴随着千秀坚定的回答落下，顾县的几大邪派再一次举行了兄弟仪式，而户县也迎来了久违的和平，唯一的受害者就只剩下了雪儿。事情完美解决，但老人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家族灭门已经过去多年，自己却还没开始正式战斗。虽然肿瘤已经被剑后治好，但天定的命数无法改变，时间不多了。若是不想将雪儿独自留在这凶险的世上，自己就必须尽快修炼。随着老者结束1周天，白魁的身影出现在门外，两人一同来到湖边。白魁一脸兴奋地表示，如今我已经能够利用邪道连的关系网，想必很快就能找到陷害你的家伙了。老人却依旧一脸平静，多谢了。一想到枉死的孩子们，我至今仍无法入眠。最近我感觉自己命数将近了，雪儿尚且年幼，再加上我左臂负伤，这下更不能为家族报仇了。白魁一脸震惊，大哥，你别这么说，这段时间你不是一刻不停都在修炼吗？是啊，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与雪儿修炼上，原以为我至少需要再修炼5年，但却突然发现我的内功有了很大进展。白魁一脸不可思议，捏住老者肩头，莫非你？没错，我的内功终于达到3甲子了，现在是时候该尝试了，能够为家族报仇，还能陪伴雪儿长大的脱胎换骨之术。他明明是救济苍生的神医魔阳，可他每救活一个人，哥哥就要毒死患者的一个朋友，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双死神医。可白魁为了找到他们，却不惜骑马夜行百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活老者。原来就在不久前，老人的内力终于突破了3甲子，这也就意味着他能够尝试脱胎换骨了。于是，在将雪儿托付给白夫人后，他便来到霸道门的禁地开始了闭关。脱胎换骨就是将骨肉重塑为最适合修炼的状态，只要打通体内的任督二脉便算是成功，但这个过程极为艰苦，尤其40岁以后更是难以进行，若是不慎走火入魔，甚至还有可能导致丹田爆裂而亡。此刻白魁已经3天3夜没有进食，因为老者直到现在都没出来，他坐立难安，但又不能去找老者，毕竟这样极有可能弄巧成拙。又过了1刻钟时间，老人依旧没有回来，白魁终于是坐不住了，他迅速来到院内牵来1匹千里马，随后便头也不回冲出了大门。他要去找双死神医，因为年幼时他曾亲眼见过，这2人欠下了先父的人情，还许诺只要门内有人需要治疗，那他魔阳一定会倾尽全力将其救活，只要找到他，就一定能够帮助大哥脱胎换骨。时间很快来到1日清晨，这是雪儿与老人分别的第4天，爷爷依旧没有回来，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甚至连最喜欢吃的肉都无法让他开心。他无助地望向窗外，默默祈福着，爷爷快点回来吧。与此同时，霸道门的闭关室内，老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时间，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进来多久了，但好在此刻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只要将3甲子的内力凝聚到一处，像熔岩喷发一般冲破任脉即可。这已经是老人第6次进行尝试，伴随着周围一阵剧烈震动过后，老人只觉得身体变得如同羽毛般轻盈，体内长时间积累的浊气也被顷刻清除，成功了。接下来只要打通督脉便可。但也就是在这时，变故突生，他的心脏突然开始飞速跳动，嘴角竟不自觉渗出一丝鲜血，这是走火入魔的前兆。意识到这点的老人想要挽救，但口中却猛地涌出一口鲜血，下一刻便瘫倒在了地上。他用尽最后力气向大门爬去，我不能死，雪儿还在等我。这时大门突然被人一把推开，是白魁来了。他一脸焦急冲到老者身旁，没想到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过万幸的是，他也顺利找来了神医魔阳。不久后，在神医的全力抢救下，老人的面色终于恢复正常，呼吸也逐渐顺畅了起来。片刻后，老人缓缓坐直身体，并向身前2人表达了谢意。不用谢我，若非你拥有强大的意志，哪怕神仙来了也无法将你救活。这时白魁一脸兴奋道，您是能够起死回生的神医，应该有办法助我大哥脱胎换骨吧？我自然有办法，但我不能再帮你了。我虽受过你父亲恩惠，但也只曾答应过帮你1次，况且经我诊脉发现他所修乃是正派武功，我曾立誓不再帮助正派人士。神医边说边朝门外走去，可突然却又转头说道，不过我们是否曾有过一面之缘？我在江湖上只是一介匹夫，不曾记得见过神医。这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当即便从怀中掏出一张宣纸端详起来。他越看越激动，甚至连双手都不由颤抖起来。请问你是几个月前离间华山与武当2派的？没错。神医话没说完就被白魁打断，那位义士就是我大哥。听见这话，神医立刻来到老者身前跪下，请原谅我方才的无礼，竟然没能认出您就是替我报仇的恩人。原来神医的大哥曾在几年前被华山某弟子所害，于是他为了伺机寻仇，便在华山附近设立了药堂，专门为邪派的武林人士疗伤。结果害死他大哥的那个仇人，在山阳县被武当长老一掌打死。因此为了报恩，神医才一直将通缉令随身携带。说着，神医便从怀中掏出一枚药丸，这是用珍稀药材精心制作10年的灵药，只要将其服下，再尝试脱胎换骨，便再无性命之忧了。然而闻言的2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神医继续说道，就算没有成功脱胎换骨，也不会像这次一样走火入魔险些丧命，但你会变成有意识却无法控制身体的活死人，你有5成概率会变成这样。当然也有好的结果，若是你成功进入脱胎换骨，就极有可能会和返老还童同时进行，你或许会回到20几的青年，亦有可能变成嗷嗷待哺的婴孩。
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令两人震惊不已。神医说完这些便告别离去了，而老人也打消了脱胎换骨的念头。毕竟无论是变成活死人，还是变成一个婴孩，对他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自己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照顾好雪儿才对。于是第二天，老人便带着火龙枪来到了铁匠屋，他想要重新锻造枪尾部分，并把它交给雪儿使用。没想到铁匠看见此物，顿时震惊不已。他一眼认出此乃名将秦归的作品，虽然已经断裂，令人惋惜，但好在他十分擅长改造。于是短短1天时间，他就将其重新锻造成了2把武器，并且在一定距离内，他们还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气息。老人立刻回到家中，并将其交给了雪儿。看着他一脸高兴、爱不释手的模样，老人也意识到是时候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把杀风枪的一切都传给雪儿，因为神医离开前曾嘱咐过，虽然你现在依靠深厚的内功强撑着，但再过5年，恐怕你的身体将会急速衰老，之后若是再想尝试脱胎换骨，便不可能了。想到这里，老人再次出言叫住了雪儿，从今天开始，你就与爷爷前往萧华山修炼吧。接下来的5年时间，应该足够雪儿学会杀风枪的6成了。到那之后，自己再去挑战脱胎换骨吧。于是之后的日子里，人们总会看见2道身影在山峰之间穿梭，时而又静坐于群山之巅修炼，偶尔也会传出他们嬉戏打闹的声音。但这样的日子却仅仅维持了2年。突然有一天开始，山顶上便只剩下了一道小小的身影。爷爷说他最近有点忙，没法再陪伴自己修炼了，我一定要更加努力，争取能够早日帮上爷爷。时光荏苒，5年时间转瞬即逝。如今雪儿的身影已经长高不少，而杀风枪竟也被他练到了8成。他迫切地想要将这个消息告诉爷爷，于是当即便从山顶狂奔而下。小小的身影如同一道疾风般穿过一条又一条的道路，他终于回到了霸道门内。爷爷，雪儿回来了。他推开房门，看到的却是一道年迈佝偻的身影。雪儿从怀中掏出一株药草，爷爷你快尝尝，我在回来的路上挖到了药草。老人顿时一惊，那是毒草，吃了可是会当场毙命的呀。雪儿一脸疑惑将其塞进口中，可它明明长得很像灵丹妙药啊。直到苦涩的味道传来，他才一口将其吐掉，哭喊着冲进了老人怀里。爷爷你不能死啊，下次我一定会挖到真药草的。老人安慰道自己不会死的，但事实上不久前神医曾来看过他，这5年来你的老化比我预想中还要快。事到如今，即便再吃下灵药尝试脱胎换骨，也无法避免死亡了，除非天降奇迹。老人再次被宣告命不久矣。自己为了替家族报仇，咬牙坚持到了现在。但过去的5年，自己利用邪道连的关系网四处寻找，都没有找到与那群家伙有关的线索。现在的自己说不定哪天就会一睡不醒，所以他必须要去拜托白魁最后一件事。老人来到会议室，发现白魁正在研究陕西的地图，不等他出言询问，白魁便表示正邪2派又开战了。有一个名为极境门的邪派领域，这个门派高手如云，规模宏大，但最近却在与中南派一战中全军覆没，并且中南派只出动了不到10人。据说有人看见其中有3人所用的不是中南派的武功，而且脖子上还都刻有龙形纹身。闻言，老人不由浑身颤抖了起来，自己翻遍武林都没找到他们，如今终于有所行动了。不过能在一夜之间剿灭极境门，也就意味着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位化境强者。2人谈话间，白夫人却一脸焦急冲了进来，大事不好了，雪儿说要去抓龙纹身的家伙，然后自己跑出去了。听见这话，2人顿时震惊不已，难道是谈话被他听见了吗？虽然雪儿已经达到化境，但她一直在修炼，从未参加过实战。中南派内有数不清的高手，再加上那身份不明的3人，他有危险。想到这里，老人转身就要去找雪儿，但老迈的身躯却令他摔倒在地。白魁见状，当即上前搀扶，并表示自己会去寻找雪儿，却被老人厉声拒绝。如今这个局面，你应该知道踏入正派领域意味着什么。不仅是霸道门，整个护县都会被卷入不必要的战争。雪儿是我的孙女，即便要付出生命，也该由我来做。说着，老人将手伸进怀中，我最后再拜托你一件事情，再将霸道门的闭关禁地借我一用吧。与此同时，雪儿已经来到终南山下大闹了一番。面对这个尚且年幼的孩子，众弟子却根本不是对手，而雪儿也没在他们身上发现龙形纹身。他将最后一人踹飞出去，随即缓步来到他的身前问道：大叔，你见过身上有龙纹身的人吗？害死我爹娘的大叔们到底去哪里了？这番话听得男人满脸疑惑，这孩子身手如此厉害，看起来却不像是返老还童的高手，言行举止也分明就是个孩子。想到这，他当即抬手拦住雪儿，其实你的父母根本没死，他们都被那群纹身大叔带走了，我现在就带你去见父母吧。看着雪儿停下动作，眼泪汪汪的模样，男人知道自己成功骗到他了，毕竟只是个孩子啊，自己已经给同门发了信号，很快本派使用玄铁剑的守卫队就会抵达，在那之前只要拖住他就行了。随后男人又继续用言语迷惑雪儿，片刻后，漫天的箭雨瞬间覆盖了整片夜空，密密麻麻朝着雪儿射去。男人见状顿时露出一抹狂笑，可下一秒却有一团火焰凭空在雪儿身后闪现，将所有箭矢全部挡下。紧接着，在雪儿疑惑的目光中，火焰之中窜出了一道年幼的身影，他没有丝毫停止，径直朝着地上的男人飞掠而去。下一刻，他手持长枪瞬间贯穿其胸膛，随即只见他转身望向雪儿，就算你已经是天下高手，但在江湖中只要放松警惕，就会分分钟丧命，这个道理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吗？
成功了，成功了！老人终于脱胎换骨成功，不仅肉体变成了少年，就连实力也比全盛时期强了数倍。然而就在他挺身而出救下孙女后，迎接他的却是当头一棒。你这家伙到底是谁？为什么穿着我爷爷的衣服？老登顿时一脸委屈，没想到雪儿竟没认出自己。但此刻中南派追兵即将到来，他也只好哄骗雪儿，想知道龙纹身的人在哪就跟我来。他没有丝毫怀疑就跟了上去。少年见状有些无奈，竟然如此轻信他人的话，他果然还是个孩子。半晌后，两人终于回到了霸道门外。少年刚松了口气，雪儿就一把揪住了他的耳朵：“你这家伙究竟是怎么知道我家在哪里的？”他刚想出言解释，就见白魁一把推开大门：“大哥，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很久了。”看见他如今可爱的模样，白魁竟差点没忍住摸了上去，而雪儿此时也围着他观察了起来。这么一看，他的气息确实和爷爷一样，雪儿这才忍不住大哭出声，上前一把抱住了少年：“太好了，爷爷，你终于不会死了。”傻孩子，爷爷当然不会留下你一个人了。在将雪儿哄睡之后，少年决定亲自前往中南派打探情报。白魁一脸担心，表示独自前去实在太过危险。可这时他却端起了茶杯：“你看好了。”话落茶水顿时化作一条水柱，下一刻便如水蛇般飞向了空中，在屋内快速绕了一圈后，又滴水不漏地回到了茶杯之中。随后少年一脸正色道：“如今无论是内功的深厚程度，还是施展武功的身体，都要比我全盛时期强上数倍，因此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推迟复仇的事情了。”而2名孩子夜袭中南的事情，如今已然在中南派内传开，就连山下的小弟子们也在津津有味谈论着。可殊不知，此时一道身影已经盯上他们。少年顷刻间出现击晕2人，并扒掉了他们的衣服换上，随后便端着茶水进入了中南派。他推开一间房门，屋内之人见状停下修炼：“你是新来的弟子吗？不知道我只喝黑茶吗？”少年闻言脸色一黑：“废话可真多，大人给你送茶就该说谢谢，然后乖乖过来喝掉。”此言一出，男人瞬间暴怒，大手一挥便朝少年猛然袭去。可后者只是轻轻抬起右手，顿时就将男人给轰飞出去，狠狠地撞在了墙上。少年缓步上前扼住其咽喉：“老夫只给你一次机会，当初中南派剿灭极寂门时，出现在现场的那3名纹身怪人是谁？我不清楚，我那天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这番回答显然没让少年满意。既然如此，那就没必要留你一命了。说罢，他左手做刀猛地朝他面门斩去。是贤浩师伯，千钧一发之际，男人这才满脸恐惧大喊道：“是师伯带他们来终南山的，他应该知道其中细节。”随后少年又问了几个有关贤浩的问题，便混进入门弟子的队伍中，来到了中南派的内部区域。从刚才的询问得知，贤浩所在的地方是阳华殿，现在自己已经脱离队伍，但只要保持自然一些走过去，就绝对不会被人怀疑。然而还没等他走出多远，就被一名弟子大喊着出言拦住：“现在所有的3代弟子都在食堂干活，你在这里干什么？”少年傻笑着表示自己迷路了，不料这个态度却引起了此人不满，当即便一脚踹在他的身上，却反而将自己给痛得满地打滚。吵闹的动静顿时引来了大批弟子。少年正欲出手强行闯入，突然却被一名壮汉拎了起来：“我不是安排你们去食堂干活了吗？你为何还在这里？”少年疯狂摆动手脚想要挣脱，但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眼看周围聚集的弟子越来越多，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看来计划已经失败了。”于是他立刻绷直小腿，身体顷刻间如同陀螺般旋转起来，而壮汉紧握其后背的手竟也被连带着拧成了麻花。少年成功摆脱壮汉，便迅速施展轻功向外逃去。可就在他纵身一跃来到空中时，突然却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他低头望去，只见一人缓步从阳华殿内走出，门内本该肃静，何事如此吵闹？此言一出，所有人纷纷上前恭敬行礼。少年这才意识到，原来此人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中南派长老贤浩。此时那位断手弟子冲了过来：“长老，您误会了，是那个家伙把我们打成这样的。”这番话也令长老陷入了沉思。说起来，凌晨时分的确有人闯入中南，好像就是2个矮子吧。下一刻，长老骤然出掌向少年轰去，后者顿时一惊，连忙出掌迎上，却发现对方的身形猛然化作虚影，竟然是虚招。他是在试探我。长老露出一抹邪笑，随即再出一掌轰向少年，二者掌心相对，顿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势，周围烟尘四起，迷住了一众弟子双眼，而长老竟反而被击退了数米。原来昨夜袭击中南的就是你这小子。此话刚落，少年的身形却已遁出数米之远。他知道在门内交手对自己不利，所以才故意逃走，勾引长老跟上。不久后，少年来到山脚下的密林之中，而长老也在此时落在他的身前。莫非你以为自己能够逃掉吗？少年邪魅一笑：“你就没有想过，我是故意让你追上的吗？”长老闻言暴怒，大手一挥便向少年抓去。这一掌力道极大，甚至将周围大树都给震塌。然而随着浓烟缓缓散去，少年却依旧安然无恙，并且右手已然凝聚内力袭来。长老顿时一惊，立刻双手交叉护在胸前防御。伴随着一阵剧烈冲击过后，长老的面色也逐渐难看起来。控制着如此柔和的气息，却能在刹那间打出如此强悍的一击，莫非他早就看穿中南的武功，才故意将我逼至这里的吗？这家伙分明就是个行走江湖多年的人。而少年之所以故意被追上，是因为他早就将火龙枪藏在此处，眼下追兵即将到达，必须尽快将其制服，问出情报。然而就在这时，长枪却突然被人一脚踹飞，贤浩顿时大喜，是太上长老来了。少年暗道不妙，这下糟了，看来得同时对付2个长老了。而此时的霸道门内，白
奎正一脸担心地站在门外。中南派内高手如云，如今还引来了一群怪人，他实在担心大哥安危。好在今天雪儿午觉睡了很久，否则等他醒来又该糟了。白奎一脸严肃与夫人谈论着，转头一看，这才发现雪儿不知何时已经来到身后。你说爷爷去打架了吗？中南是谁啊？他现在在哪呢？而另一边，少年已经陷入苦战。虽然太上长老踢飞了长枪，但好在他反应极快，一个纵身便跃向空中抢了回来。面对两位中南派长老，他丝毫不落下风，凌厉的枪法甚至一度将二人击退。不过他也明白，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对手现在没有武器，而自己却拥有火龙枪，但眼下还有追兵位置，不能再和他们拖下去了。想到这里，少年立刻紧握长枪，一道耀眼的罡气顷刻间爆射而出。就在二人抬手防御的瞬间，少年的身形又猛地飞掠而出，手中长枪直指贤浩长老。可就在这时，突然一柄长剑袭来挡住攻势，刚稳住身形，又是一柄长剑爆射而来。少年侧身躲过，两位长老则纵身接住长剑。紧接着，铜铃深处再次窜出一道身影，他正是中南派的贤圣长老。方才两柄长剑也是他所丢出。少年轻轻擦去脸颊的血迹，事情越来越棘手了。拥有武器的优势没了，对手还再次增添了一位长老。没办法，就算要同时对付三人，也必须把那个叫做贤浩的家伙带走。就在少年做出决定时，手中的长枪突然开始嗡嗡作响，这是两把火龙枪之间的感应。这下糟了，本想一个人悄悄处理掉的，结果还是变成这样了。见他放下长枪，太上长老也露出邪笑：你终于放弃抵抗了，但现在晚了，我已下定决心要将你四肢废掉了。闻言，少年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是群愚蠢的老东西。不过也是，凭借你们的实力，怎么可能察觉到他的气息呢？中南派里谁最强？不如直接把你们的掌门叫过来吧。放肆！你这家伙竟敢辱我师门！闻言，三位长老骤然出手，可少年却依旧面色平淡，负手而立。下一刻，一道身影如同流星般落在众人之间，三位长老顿时震惊不已。直到烟尘缓缓散去，他们这才看清来人的样貌，竟然又是一位返老还童的高手。太上长老不禁陷入了沉思，武林中返老还童的老怪极少，如今竟然一次出现了两位，并且自己完全无法从他身上察觉到任何气息。这时雪儿站稳身形问道：所以这群爷爷当中谁是中南？此言一出，三位长老皆是脸色一黑，就连少年也有些无奈，看来他是把中南给当成名字了。不过事已至此，少年索性指向贤浩长老，他就是中南，我们必须要活捉他。此时雪儿已是怒气冲天，他拂袖擦去少年脸上血迹，爷爷，这也是中南干的吗？此时贤圣的身形猛然暴起，冲向二人，竟敢口出狂言，辱我师门，真是嚣张至极。太上长老见状想要阻拦，但为时已晚，贤圣的身形已然来到近前，猛地挥动长剑就欲斩下雪儿头颅，可下一秒，后者竟以极快的速度转身避开，同时挥动手掌扇在对方脸上，只听轰的一声，贤圣的身形顷刻间倒飞出去数十米远。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打我爷爷？他年仅8岁，却已是入神境强者。面对中南派长老闪电般的偷袭，他却仅用一掌便瞬间将其秒杀。看见这一幕，太上长老更是震惊不已，这家伙的速度实在太快，看来能够封锁他动作的办法只有一个。想到这里，长老的身形快若箭波般窜出，无数道幽蓝剑气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是中南绝技万华剑，这一招他绝对无法躲过。然而下一秒，雪儿便动了起来，他的身形如清风柳絮般避开无数剑气的同时，迅速接近长老。他故意迈出破绽，引诱长老挥剑斩向自己，随即一招乾坤掌猛然嵌入对方胸口，只听轰的一声，长老的身形瞬间倒飞出去，狠狠撞在树上，陷入昏厥。仅仅片刻时间，两位中南长老便连续败下阵来。贤浩的身体止不住的颤抖，那个老怪难不成真的是化境强者吗？若是这样，除非师门的元老全部过来，否则根本无法对付他。想到这里，贤浩迅速起身朝远处逃遁，我必须回去通知师门。少年与雪儿追出一段距离，却正巧遇见前来支援的一代弟子，于是少年当即留下断后，并让雪儿先行前去追击。而与此同时，贤浩长老已然逃出数十里远，他的脸上邪笑不止。我的轻功在武林中也算顶尖，他们怎么可能追得上我？可这时他突然注意到身后的地上竟出现了一团黑影，他疑惑抬眼望去，发现雪儿正以极快的速度虚空踏步而来。这一幕也让长老彻底陷入了绝望。而另一边，刚才大喊着要抓住两个小鬼的弟子，此刻已经被吓得浑身颤抖。他的名字叫做阿光，因为崇拜中南七剑，所以便毅然选择加入了中南派。但此刻被誉为中南未来的七剑，却被一个小鬼如蝼蚁般顷刻击溃。少年甚至只用一招就突破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七星剑阵，现在就剩你一个了，怎么不多叫点人过来啊？阿光见状立刻下跪求饶，但少年并未理会，而是转身陷入了沉思。阿光顿时一惊，竟然如此掉以轻心，若是现在，说不定我也能一剑了结那个小鬼。但这个念头很快被他扼杀，毕竟这家伙强的根本不像是人，于是便当即悄悄起身向后逃走。可还没走出几步，他的身形就停滞在了原地。但这并非少年从中使坏，而是因为他看见雪儿竟然拖着晕倒的贤浩长老回来。
爷爷，我把钟南抓回来了。少年见状，笑着夸了雪儿几句，随后便找个理由支开了他，因为接下来即将上演的画面，他不想让雪儿看到。不久后，一代弟子们被绑住跪在一旁，而他们的眼前正是少年拷问贤浩长老的残忍画面。可即便后者已然被打得面目全非，他也始终没有说出任何有用信息。于是少年当即改变策略，他缓步来到一代弟子身边，若是再不说出纹身怪人的身份，你可怜的徒弟们可就要先你一步离开人世了。眼看贤浩长老依旧不愿屈服，阿光却先忍不住了，师伯祖，您就快点告诉他吧，否则我们就都没命了。人生自古谁无死，即便是死也不可损坏钟南的名誉。闻言，少年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是遗憾啊，看来你们的师伯祖似乎并不打算让你们活命了。眼看长剑就要斩下自己头颅，阿光再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周围弟子见状立刻出言打断，你这家伙怎可在长老面前出言不逊，就算是死也要给我死得光荣一些。为什么要死？他口中的纹身怪人根本就不属于我们门派吧？那我凭什么要为他们而死？我入门至今一直都在给你们当牛做马，难道就不能救我一次吗？或许是认为有愧于弟子，贤浩长老听到这里便同意了说出真相。于是在少年设下隔音帐后，长老终于说出了纹身怪人的身份。那些人是隶属于武林盟的秘密组织苍龙队，他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存在了，曾经轰动一时的正魔大战，我们之所以获胜，也都是苍龙队暗中行事的功劳。既然魔教已然崩溃，为何武林盟依旧留着这个组织？你们又是如何与之接触的？我无法直接联系他们，只能通过武林盟总部的通报。我只听说武林盟召集有天赋的孩子，从小便开始将其培养成杀手，但我也不清楚那些孩子的来历，更不清楚他们的目的。听到这里，少年的脸色一变，若是你只愿说出这些，那我就要考虑是否放过他们了。慢着！长老闻言急忙打断道，我知道培养了苍龙队员的教官之一，他是少林寺的元岗大师。话音落下，少年也解开了隔音帐，按照约定，我会放了你的弟子们。最后，你还有什么话想要说吗？弟子们一脸震惊冲了过来，长老却已将生死看淡，我虽将死，但你们要活着延续钟南命脉。抱歉了，我要给你们留下重担，自己先行一步了。然而随着他睁开双眼，却发现少年的身影早已消失。与此同时，少年已经带着雪儿来到附近城镇，在得知苍龙队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气愤不已。这群人为了培养杀手，竟然让孩子忘记自己的父母。少林寺乃是武林中泰山北斗般的存在，跟位居9大门派末尾的中南派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但若是那人与家族仇敌有关，我就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并且绝对不予原谅。就在这时，3名身着蓝色轻装的男子从他身前掠过，他一眼看出这是正派的武力团体青云队。此刻他们正在追杀一名重伤的邪派男子。少年自然不愿多管闲事，但雪儿却说，我们也是邪派之人，不如帮帮那个大叔吧。少年顿时满脸无奈，不过想想也是，自从家门被抛弃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不与正派之流为伍了。于是就在男人被逼至绝路，即将丧命之际，2道身影骤然闪现，他们配合默契，仅仅片刻就将青云队彻底击溃。而男子见有邪派高手相助，便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件递了过来，此物有关邪派未来，请务必将其送到邪道连。说完这些，男人便咽气倒在了地上。夜里，2人终于回到霸道门，少年将信件交给白魁，他打开查看，却陷入了沉默，直到少年出言询问，他才慌忙表示没什么。少年也并未在意，又将苍龙队的事情告诉他后，便独自来到了萧华山上。如果对手是少林的元岗大师，那么自己就必须准备充分。之前因为身体衰老，自己的杀风枪停留在了3成，但好在如今自己已然脱胎换骨，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修炼来提高杀风枪的完成度。于是少年再一次开始了修炼，但杀风枪招式的难度极高，他几度在挥枪的时候跌倒。就在这时，雪儿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爷爷，你太用力了，我来给你示范一遍吧。随着雪儿开始舞动手中长枪，少年的面色也逐渐转为了震惊，居然仅在一息之间就改变了10余次挥枪姿态。莫非他的杀风枪已经突破了9成火候吗？那承载着数万种变化的枪技，乍看之下就像飞舞的花瓣，但其中蕴含的极强杀伤力却吹出了死亡之风，真是太厉害了。就在少年感到欣慰之际，一位门徒大喊着从身后冲了过来，不好了，华阳县上贴出了通缉令。说着他还递上了一份宣纸。少年一脸平淡，真是大惊小怪，我又不是第一次被通缉了。可他打开一看，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副丑陋的画像，单听到令人恶心的外号阴阳双怪以及悬赏金额，都让少年怒不可遏。他当即将通缉令撕成碎片，这帮疯子竟然敢给我起这种难听的外号。可他转头一看，却发现雪儿正握着自己的画像。太好了，雪儿也有外号了。少年顿时一脸无奈，只有邪派老怪才会被贴上这种外号，他居然这么开心。不过无所谓了，我对正派的复仇才刚开始，随便你们怎样称呼吧。随后少年叫住想走的门徒，你就是白魁的副官吧？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最好与老夫实话实说。这天以后，少年为了做好准备对付少林寺，便与雪儿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修炼。不仅仅是杀风枪，他们还修炼了刘家的双枪阵法，若将此阵炼至大成，便能仅靠配合就让敌人无法碰到自己，更是难以逃出阵法。这天2人再一次结束修炼后，少年一脸严肃叫来雪儿，你的武功实在太强，所以与敌人对战时一定要适可而止，若非生死攸关之事，
仅用一半的力量就够了。雪儿莞尔一笑，随即用力点了点头，表示自己记住了。少年之所以如此嘱咐，是因为他不希望年幼的雪儿双手沾满鲜血，最后成为真正的魔头。这时白夫人为两人送来了点心，而白魁也表示有事要与少年商讨。两人来到一旁，白魁的面色却严肃起来。我会给你们准备盘缠和食物，请你们在5天之内离开这里吧。白魁突然下达的逐客令，却并未让少年感到意外。你是为了我和雪儿吧？我都知道了。那封信的内容是武林盟下达的邪派剿灭作战书吧。信中提到，不久后陕西所有正派将会一起进攻户县。眼看事情暴露，白魁索性坦言道，到时正派的规模肯定无法想象。若是只有中南派和其余小门派前来，我们或许还有一丝胜算，但若是连华山派都要来，户县恐怕会被夷为平地。所以大哥还是尽快带着雪儿离开吧。可这时少年却伸出了手，若是我们走后听说霸道门被灭的消息，我的心里也不会好受的。闻言，白魁这才握住了少年的手，可即便有你们的帮助，恐怕也无法阻挡陕西所有的正派。武林可并非只有正邪两派，陕西不是就有一个足以牵制华山派的庞大中立势力吗？武林第一杀手组织黑毛帮，若邪派被歼灭，正派的战火或许也会燃到他们身上，所以我会亲自前去面见他们的门主。白魁一脸震惊，你该不会是想去那个据说布下了天罗地网的雾月山吧？少年迅速上前捂住他的嘴巴，你小点声，千万别让雪儿听到了。今晚我会悄悄独自前去一趟。开战了！开战了！正邪两派大战即将打响，能与雪儿一战的化境高手终于出现。霸道门的存亡危在旦夕。就在刚刚，为了寻求黑毛派的帮助，少年趁着雪儿熟睡，准备悄悄前去面见门主。可他刚走出房门，却发现雪儿早已在此等候。爷爷不是说过，不管去哪里都会带着我吗？少年顿时一惊，可是那里太危险了。他边说边伸手推开雪儿，却发现无论怎么用力，雪儿的身形都纹丝不动，竟然是万金锤。无奈之下，少年也只能同意了带他一起。于是不久后，两人便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雾月山。这里四处被浓雾环绕，只有将内力凝聚于双眼，才能勉强看清周围。对于刺客们来说，这里简直是完美的栖息地。但雪儿走在其中，却有种闲庭信步的感觉。两人一点点深入，周围的雾也变得越来越浓。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从暗处窜出，手中短剑直指少年咽喉。雪儿见状，立刻提棍反击，瞬间就将其揍飞出去。少年则当即冲暗处喊道：“我有要事与你们门主商量。”可他的话音未落，漆黑的丛林顿时闪现数道幽光，无数柄暗器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两人迅速挥舞长枪挡下攻势。雪儿停下身形，爷爷，你在这里等我一下。说罢，他的身形猛地窜进浓雾之中，随即只听一声声凄厉的惨叫传来。不多时，雪儿便微笑着回到了原地。现在没事了，爷爷。躲在那里的大叔全都睡着了。可他的话音刚落，一股惊人的气息突然从暗处传来。雪儿正欲出手，就被少年出言拦住。随即只见一道黑影缓缓出现，门主愿意面见你们，随我来吧。于是，在跟随神秘人走出不远后，一座巨大的宅邸便出现在了眼前。两人走进其中，殿内端坐着一位白发男子，他正是黑毛派门主，江湖人称杀魂剑的白尚。少年见状，立刻抱拳行礼，可抬眼一看，却见门主身上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杀气。他转头望去，这才发现是雪儿在紧紧瞪着对方。眼看局势即将恶化，少年连忙让雪儿一起行礼，门主这才露出微笑。我之前还好奇传闻是否属实，今日看来，阴阳双怪似乎比传闻中还要厉害啊。说吧，你们此番前来所为何事？少年拿出一封书信与身份牌，这是邪道连让我转交的东西。门主意念一动，那封书信便瞬间飞到了他的身前。邪派剿灭大作战啊，原来如此。不过想必你应该也很清楚，黑毛派向来中立，我们可不会在乎邪派的存亡。正派突然引发正邪大战，虽然我也不知他们究竟有何目的，但待他们平定武林后，肯定会做点什么。若黑毛派对其具有威胁性，你又怎敢断定他们不会对你们出手呢？这番话令门主陷入了沉思，片刻后才继续开口道：话虽如此，但我们也不能干涉正邪大战。我并不是希望你支援我们，决战当天，你们只需帮忙困住华山派，让他们无法到达户县即可。若不是与华山正面交手，只是拖延他们一些时间，我们倒是能够做到。少年再次抱拳，这样就足够了。不久后，两人回到霸道门，而斥候组也传回了消息，说明天就是正派的总攻之日。于是白魁也开始布置作战计划，能够进入户县的道路只有4条。如今有了黑毛派帮忙拖住华山，因此连着终南山的路口便由霸道门与黑龙会合力守护，而剩下的第2、第3道关卡则由四血门与摩天会分别防守。若是3道关卡其中任何一条被破，就只能让所有人退回霸道门，最终殊死一战。因此这场战斗户县依然是9死1生。说着，白魁转头望向少年，万一我们都被击败了，大哥你一定要，如果形势不对，我会先逃跑，日后再替霸道门报仇。闻言，白魁这才大笑出声，明天你就跟预备战力留在霸道门，哪里有危险再去支援吧。少年点了点头，放心吧，我们一定能赢的。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清晨，伴随着一声喊叫打破寂静，武林盟的总攻正式宣布开始。很快，斥候组便传回了捷报，第2道关卡已经守住，四血门相当勇猛，敌人败势已显。而守在第1道关卡的白门主众人也在奋力阻挡战力惊人的中南派。然而他的话音才落，又一位门徒传回了消息，不好了，他们发现摩天会的战力较弱，所以便安排了多个中小门派进攻此路。但少年却自信一笑，放心吧，一切尽在计划之中。与此同时，摩天会众人已经陷入苦战，实力本就相对较弱的他们
却要面对多上数倍的人马。然而就在正派们邪笑着准备收割时，突然却有一群人从侧面冲出，他们都是户县附近的中小邪派。原来少年从黑卯派回去时，曾去拜访过附近的小门派，并同样说服了他们前来，如此他们这才打了正派一个措手不及。然而还不等众人来得及高兴，就见一道白色身影突然出现，他风卷残云般收割着邪派人员，任何高手在他面前都只需一剑。张良彻底愣住了。我曾听过一人，他只身走在尸山血海中，身着一袭白衣却滴血未染，他就是5大世家的最强高手之一白鹤剑慕容成，实力达到化境的强者。眼看摩天会弟子一个接着一个死去，手下连忙让会长先行撤退，可他却紧握长剑露出笑容，若是让他进了户县，一切就都完了。说着他望向战死的长老，别露出这么孤独的表情了，我马上就来陪你了。说罢他便持剑冲进敌阵，可下一秒他就被慕容成一剑封喉。至此摩天会全军覆没，第3道防线彻底被破。这个变故的出现导致其他战线的人必须即刻回防户县，而少年也已带着预备战力前去支援。与此同时，白夫人已经带着雪儿离开。原来为了不让他看到残忍的场面，少年便让白夫人趁着夜色带走了他。这时雪儿从睡梦中醒来，她一脸疑惑看向白夫人，我们这是要去哪？不是说有很多坏叔叔要闯进我们家里吗？白夫人刚想表示不用担心，就发现雪儿的身影已然消失。而另一边，慕容成已经带着正派踏进城门。此刻周围2排建筑的屋顶上，少年已经带着手下在此潜伏。随着正派众人来到街道中间，无数柄暗器顷刻间席卷而来，却见慕容成猛一跺脚，周围的地面瞬间爆裂，一道护体罡气猛然向四周扩散开来，将所有暗器挡下的同时，他的身形也随之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又出现在房顶，他猛一挥剑，一众门徒瞬间惨死当场，但他的身形并未停下，如同一道闪电穿梭于众人之间，将整个天空都蒙上了一层血雾。给我住手！就在这时，一道夹杂浑厚内力的暴喝声传来，慕容成停下动作，转头望去，发现少年不知何时竟挟持了一位门主，若再不停手，我就杀了这个家伙。慕容成在江湖中有君子之称，这种人向来注重名誉，所以少年断定他不会再次出手，便让其他人趁此机会撤回霸道门，而慕容成也并未阻拦，毕竟对他来说，不过只是让这群人换个地方死罢了。随后他便笑着望向少年，听闻阴阳双怪只会同时出现，为何却不见阴怪呢？武林盟之所以让我前来，就是为了送你们2个混蛋上路啊！少年却一脸不屑，就这点水平，也敢自称是天下第一高手吗？说着少年提枪指向对方，阴怪不就在你的身后吗？慕容成顿时大惊，他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气息，阴怪是何时出现的？他下意识回身望去，却发现根本空无一人，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而少年的身影此刻也早已消失在了原地。慕容成顿时气愤不已，都跟我来，今天他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与此同时，邪派人员已经全部撤回霸道门，而少年也在此刻赶了回来。如今张良战死，黑龙会长也受了重伤，接下来能够对付慕容成的，就只剩下了少年与白魁千秀3人。很快，正派人马便赶到了霸道门外，随着双方一声令下，大战一触即发，3道身影如离弦之箭般窜出，直奔后方的慕容成而去。后者邪魅一笑，紧接着便有一道剑气如长虹贯穿天穹般呼啸着冲散了3人的阵型，慕容成的身影紧随而至，一剑落下，白魁千秀迅速抬剑格挡，而少年则趁机提枪朝他刺去。可下一秒，却见慕容成轻盈落在枪尖之上，他猛地一脚踏出，3人瞬间被其震翻在地。慕容成接过长枪，猛地刺在千秀的后背之上，白魁顿时大惊，连忙挥动双刃将其逼退。此时千秀重伤失去战力，慕容成也放松了些许警惕，要想反击，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于是2人立刻使出最强杀招，一上一下封锁了对方的逃跑路线。然而慕容成却依旧十分不屑，只见他右脚轻轻点地而起，从2人之间穿过的瞬间，他猛地旋转身形，一剑斩出。只听2声惨叫传来，白魁与少年重伤倒在了地上。而此刻一众邪派弟子也不断死去，邪派即将败北。少年口中不断喘着粗气，幸好提前把雪儿托付给了白夫人。就在这时，慕容成猛地一脚将他踩住，终于抓住你这只烦人的臭苍蝇了，就让我来送你上路吧。然而就在长剑即将刺穿少年时，突然一声浑厚却稚嫩的声音传来，给我住手！众人闻声望去，这才发现是阴怪出现了。此刻雪儿已是怒气冲天，她轻轻抬起左手，火龙枪瞬间朝他飞去，她将2把长枪插在一旁，缓缓解下少年昨晚送她的手绢，随后蒙住自己双眼，大声道：爷爷，你今天千万不要拦我。他是自诩天下第一的化境强者，凭一己之力便将邪派搅得天翻地覆。然而面对如此强者，这个8岁女孩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蒙住了自己双眼。此刻无数正派人士提剑杀来，却见他手中双枪猛力一挥，顷刻间一团火焰封住身前道路。紧接着他的身形宛若游龙般冲进敌阵，挥舞长枪无情收割着每条生命。仅仅片刻，周围剑士便已死伤大半。慕容成见状邪魅一笑，你果然和我期待的一样，
只可惜你今日便要死在这把剑下了。雪儿转头看了一眼重伤的少年，随即枪指慕容成道：“你敢打我爷爷，准备好挨揍吧！”话落，他的身形猛然窜出，速度之快，竟连慕容成也来不及闪避。他的动作仍未停下，双枪如雨点般刺出，一时竟压得慕容成毫无还手之力。而见此情形，原本处于下风的邪派也士气大涨。然而就在这时，后者抓准时机避开长枪，步伐闪烁间便来到雪儿身后。只听一声金属碰撞响起，一剑落空，慕容成却露出邪笑：“你让我很意外，不过我已经看破你的所有枪术了。”言罢，他的身形猛然化作数道虚影。就在雪儿难以所敌之际，慕容成一式白鹤剑法骤出，刹那间无数剑气席卷而来，伴随着一阵剧烈爆炸，周围浓烟四起。下一刻，雪儿的身形从中暴退而出，紧随其后的还有无数剑气以及穷追不舍的慕容成。雪儿堪堪提枪挡下攻势，慕容成却又施展身法绕到其后，一式破天剑猛地斩向雪儿头颅。这一招来得极快，任谁看都是难以闪避。然而随着浓烟散去，却见雪儿竟在下蹲的同时架住了长剑。你确实令我震惊，至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能接我这么多剑。说罢，慕容成又是一剑震退雪儿。此时所有人都以为他败局已定，就连少年也大喊着让他逃走。慕容成的身上更是杀气四溢。然而这时雪儿却叫住了少年：“爷爷，我可以拿出全部的实力吗？”这番话也让少年心中猛地一惊。他想起不久前自己曾与雪儿说过：“你的实力太强了，以后若非生死攸关之事，仅用一半的力量就够了。”少年感到内疚的同时点了点头，雪儿则微微一笑，紧接着他的气势开始飞速攀升。众人见状震惊不已，就连慕容成也是冷汗直冒，方才的嚣张气焰全然不见。下一刻，雪儿手持双枪骤然闪现，这一下虽被挡住，但其上附着的浑厚内力还是让慕容成的嘴角渗出一丝鲜血。你就和你的朋友们一起上路吧。话落，雪儿猛地旋转身形，一棍砸出，而蒙住他双眼的手绢也在此时缓缓脱落。少年伸手接住，露出一副内疚的表情，本不想让你的双手过早沾染鲜血，如今看来还是我太过自私了呀。在雪儿突然展露的恐怖实力下，慕容成被打得节节败退，而周围的正派武者此时也被这股气息压得喘不过气。慕容成的牙关紧锁，脸上的表情无比狰狞，居然敢耍我，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说罢，他的身形猛地窜出，再次与雪儿鏖战在了一起。看见这一幕，周围的正派人士皆是兴奋不已。太好了，慕容大侠也拿出真正实力了，他又开始碾压阴怪了。然而只要稍微有点实力的人都能看出，他这不过是在垂死挣扎罢了，因为他已经感受到现在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此时慕容成突然被击退数米之远，雪儿的身影紧随其后，手中双枪猛然化作数道虚影，这正是杀风枪的第8式无影枪。这一招的恐怖之处就在于长枪的威力会随着挥动逐步增强。此刻慕容成的脸色极其难看，他本想等待连招结束的瞬间反击，可雪儿不仅没有停下的趋势，并且威力还在逐步增强。慕容成实在顶不住了，他使出保命身法猛然暴退，但雪儿的身形却如鬼魅般跟上，慕容成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瞬间砸翻在地。刚一起身，雪儿的身形又陡然化作数道虚影，在他的周身卷起了一阵狂风，长棍不断从风中砸来，逐渐打得他失去了还手之力。雪儿毫不留情，猛地一棍朝其面门砸下，慕容成彻底陷入了绝望。他想要逃，但长棍却如雨点般落下，将他砸得失去了意识。此时杀风逐渐消散，雪儿依旧站立，而慕容成已是面目全非。少年见状踉跄着身形上前，当众结果了慕容成的性命。而这一幕也彻底吓破了一众正派人士的胆，纷纷丢下长剑逃离了此地。少年深知穷寇莫追的道理，于是也并未下令追击。随后白魁上前抓住雪儿的手，高高举起，我们赢了。伴随着一声声剧烈欢呼响起，正邪大战也宣告落下帷幕。这场战斗虽是邪派取得胜利，但他们同样损失惨重，白魁与少年也重伤卧床。这天，邪道连总部的人来到了霸道门，一番行礼过后，他拿出一个盒子，其中装着一枚邪王牌。连主说这次双怪的功劳最大，特命我将这份礼物转交给您。少年接过牌子，一脸疑惑，白魁则为他解释道，这可是邪派人士千金难求的物件，是只有立下大功之人才能得到的名誉牌，只要出示此物，无论大哥你要做什么，邪道连的5人都必须全力协助。闻言，少年一脸震惊，邪道连主在江湖中的地位就如同武林盟主一般，无视他的好意也并非明智之举。于是在抱拳谢过对方后，便将其收入了囊中。几天后，少年的伤势痊愈大半，而他也已经收拾好了行囊。为了寻找苍龙队的线索，如今也是时候该离开护县，前往少林寺了。于是在一番不舍的告别之后，少年便带着雪儿离开了霸道门。虽然他们依旧十分留恋，但每当想起刘家的灭门惨状，少年就悲痛不已。他实在无法忘记这份仇恨，因此他必须去找到元港大师查明真相。于是在连续赶路几天后，两人抵达了长安城。第一次来到如此繁华的城市，也让雪儿大开眼界，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十分感兴趣。为了防止他做出过分的行为，少年便警告道，看见那些穿着盔甲的大叔了吧，若是你在这里随意使用武功，可是会被他们绑起来打屁股的。
不仅仅是这里，在我们坐船抵达目的地之前，你都不可在人前随意施展武功。少年之所以如此嘱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如今河南还未开始通缉双怪，所以还是隐姓埋名悄悄前往才是，否则只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不久后，两人登上了前往洛阳的商船。就在雪儿惊讶黄河之大时，身后突然有人叫住了他们。此番路途十分遥远，只有你们两个小鬼结伴也太危险了。你们应该是姐弟吧？听见这话，雪儿当即便露出笑容，表示没错。而男人也笑着摸了摸少年的脑袋。既然如此，那么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你们就好好跟着我吧。遇到危险，我会保护你们的。少年看他也不像坏人，于是便默认同意了下来。毕竟只有2个孩子的确会引人注目，有人同行或许更好。随后在交谈中得知，男人在一个名为天正门的一流门派习武10年，如今练成武功，终于能够堂堂正正衣锦还乡。少年则一脸惊讶，通过自己感觉到的气息，他最多也就3流实力，可这居然是修炼了10年的成果，并且他还从未听过有什么天正门。这时天空突然下起暴雨，众人都纷纷躲进了船舱。可就在男人拿出毛巾准备给2人擦拭时，却发现少年几乎没被淋湿，而雪儿更是滴水未沾。然而还不等他来得及震惊，船体却突然开始剧烈晃动起来。众人开门一看，这才发现是一艘小船迎面撞了上来，是赤王团。这是连官兵都拿他们没办法的黄河一带最恶毒的水贼团。此时几名壮汉登上甲板，缓缓走进船舱，拿着你们的行李到甲板上集合。若有人胆敢反抗，就别怪爷爷我把你丢到河里去喂鱼。此时角落一名环抱重剑的5人出言打断，一群蝼蚁也敢在我面前嚣张。言罢，他的身形骤然窜出，可下一秒他就被壮汉给一刀斩成2段，一流高手都被一招秒杀。船上顿时就陷入了恐慌，可男人见状却将雪儿与少年护在了自己身后。放心吧，我会保护你们的。然而这番话却被壮汉听见，他面色不善来到身前，这么喜欢出头，那我就当是杀鸡儆猴，先把你丢进河里喂鱼吧。说罢壮汉骤然出手，男人下意识提剑防御，却不料这一剑落下，却有一道凝形剑气猛然爆射而出，不仅当场结果了几名水贼的性命，甚至连外面的船只也被瞬间斩成了2半。短暂的寂静过后，船内爆发出了剧烈的欢呼声，所有人都在感谢大侠的救命之恩，而男人对此也是震惊不已。我居然使出了剑气，在过去的10年里，我向天正门师傅上缴的钱没有白费。男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可他殊不知，这一切其实都是身后的雪儿做的。与此同时，不远处再次驶来了几艘赤王团的巨船，原来刚刚来的不过是先锋队，这次才是真正的赤王总团。男人刚想表示自己来保护你们，转头一看，却发现2名孩子已然消失不见。与此同时，赤王团的总船上，一名手下正拿着千里镜向远处观望，身后一名红发男子端坐于甲板中间。这时手下突然震惊喊道：“老大，那边有东西正在靠近，看样子好像是2个孩子。”红发男子闻言暴怒：“你是在耍我吗？黄河之上怎么可能会有孩子？”然而随着一阵水花在船前扬起，他猛地发现头上竟真的出现了2个孩子。紧接着2人手持长枪如流星般落下，整艘巨船顷刻间就被剧烈爆炸摧毁。男人外出历练10年，终于习得一身本领，衣锦还乡。可他满心欢喜地推开府门，看见的却是遍地血腥的场景。昔日活泼可爱的弟弟，此刻正跪倒在一具尸体前痛哭。男人愣神之际，弟弟突然上前抓住他的衣襟：“你是三哥吧？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资格回来？给我滚出去！”男人根本来不及解释，就被一把推出了府门。可看见门外2个受惊的孩子，弟弟最终还是心软了，便答应让他们在此休息一夜，天亮后就离开。随后他为少年与雪儿准备了食物，而他们也在2人的对话中得知，原来就在不久前，夏侯家的老妖看上了董家4公子的未婚妻，因为想尽办法都得不到他，便向4公子提出了比武，并且还要求用真剑。谁知那家伙不讲武德，竟在交手时用出了杀招，结果被4公子全力反杀。夏侯世家便以此为由展开了报复，一个接一个的杀死了董家兄弟。夫人因打击太大去世，家主气愤之下伤了元气，如今也卧病在床，再过4天便是老五的死期，因此他才会不让男人进门，怕他得知真相后也去送死。在厉声警告男人不要冲动后，老五的面色突然温和下来。不过在你离开之前，最后再答应我一件事吧，让父亲看看他的孙儿们。男人刚想解释那不是自己孩子，可弟弟却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边说边转头离去了。事已至此，男人也只好放下脸面请求2人的帮助。于是不久后，他们便以孙儿的身份一同拜访了家主，本着帮人帮到底的原则，少年还让雪儿用真气帮他治疗。随着运气结束，家主猛地从昏睡中惊醒，他自言自语来到一旁，拿起长剑：“是夏侯世家，我得除掉害死我儿子的家伙们。”说着他竟一剑向少年斩去，在即将触碰到的时候，又突然停住，长剑悬在他的头顶。我做了一场梦，梦到你骑着老虎回来撕碎了夏侯世家，可如今一看，你带回来的似乎是一条龙啊！即使你有意隐瞒，我也能够察觉到你的实力已经超越绝顶之境了。然而就在少年以为暴露之时，家主却突然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你是在哪里遇见机缘了吗？我还是有些难以相信，我董家能够诞生如此有天赋的孩子。”说着，家主便高兴地将2人抱进了怀中，而少年也并未抵抗，因为他能够理解家主的心情。家门被灭的那段时间，自己又何尝不是活在这种地狱中呢？不久后，3人告别家主来到外面，雪儿一脸失落地给少年传音：“我们明天就走吗？帮帮董九大叔吧。”这时男人突然开口打破沉默：“父亲一定是昏迷太久神志不清了，怎么会把你给当成绝顶高手呢？”听到这里，少年却一脸严肃道：“
臭小子，既然你也曾在陕西待过，那么你应该也听说过我们的名字阴阳双怪吧？眼看男人依旧不愿相信，雪儿当即抬手控制着他浮向空中。直到此刻，男人才感到一阵恐惧。阴阳双怪是被武灵盟通缉的邪恶魔头，自己究竟给家人带回了什么呀？看着他浑身颤抖的模样，少年一阵无语，便向他解释了传闻都是假的，随后又将这几年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还表示他们两人愿意帮助董家化解此次危机。听完这些，男人顿时感到无比愧疚，连忙为自己昨夜的失态道歉，并表达了感谢。于是就这样，两人留在董家庄继续扮演着孙子的角色。没过几天，便到了与夏侯氏家比武前夕，家主召集了董家全员，他表示与夏侯成的对决，凭借山儿的实力完全能够拿下，不过他希望在取得胜利后能饶夏侯成一命，因为若是杀了他，只会引来更加疯狂的报复。如今的董家是否能够承担不说，我的孙儿们又由谁来保护呢？更何况山儿如今还这么小，我又怎可令他背负杀生的重担呢？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原本寂静的庄园却被五公子的一声喊叫打破，是夏侯成来了，但他却并非独自前来，他不仅带了一群手下陪同，还有绝顶实力的夏侯天也来了。家主顿时大惊，连忙让男人带着孩子去躲起来。然而他的话音还未落下，大门就被人一脚踹开，随即一个身形臃肿的男子走进其中，身后还跟着一群武者。这人正是夏侯成，他一上来便十分嚣张，已经晚了，我不仅会除掉你的儿子们，还要灭掉你整个家族。听闻此言，家主暴怒，你们这群混蛋究竟要做到何等地步才肯罢休？说罢竟当场一口鲜血喷涌而出。见此情形，夏侯成却嗤笑道，老东西别死这么快啊，我先杀了你心爱的孙儿，然后再来送你上路。随即他笑着举起长剑，那么就先从比武开始吧。男人见状正欲拔出长剑，却被少年抬手拦住，按原计划由我出面，你去照顾老爷子吧。看见对方派出一名孩子出战，夏侯成一脸愤怒，以为让这种小鬼当先就能让我收剑吗？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说罢他猛地挥动长剑向少年斩去。这时夏侯天大喊着提醒道，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然而随着一声脆响传来，少年手中的剑却被挑飞了出去。夏侯成露出一抹邪笑，究竟是谁放松了警惕呢？说罢他反手又是一剑斩出，却见少年的身影猛然化作虚影，下一刻便出现在身后，猛地一拳轰在他的腰子上。夏侯成捂着伤口痛苦跪倒在地，但少年却仍未停手，他迅速抓住对方头发，拳如雨点般朝他面门砸去。你这种没有人性的猪血，怎配玷污董家庄的剑呢？眼看夏侯成就要被当场打死，夏侯天终于是看不下去了，他拔出长剑，快若闪电般窜出。然而后者见状却邪魅一笑，等你好久了。在夏侯天即将接近的瞬间，少年身形向后一退，同时将夏侯成拉到了长剑之下。夏侯天顿时一惊，他想要收回长剑，却发现右手竟然不受控制，随着一道剑鸣声响起，夏侯成死在了自己亲哥的剑下。他是恶名远扬的嚣张纨绔，如今却在比试中被人打成重伤。一旁观战的哥哥为了救他，当即便无视规则冲上擂台，猛地挥剑向少年斩去。可就在长剑落下的瞬间，少年突然将夏侯成拉到剑下，随着一声剑鸣响起，夏侯天亲手斩下了弟弟的头颅。这一幕顿时震惊了在场众人，夏侯天更是恼羞成怒，再次出剑向少年面门刺去。但他显然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只见少年双手如蟒蛇般缠上手臂，一个转身便将其狠狠掀翻在地。紧接着少年一把将其拎起，拳如疾风般朝他面门砸下。可这一幕却吓坏了家主，他连忙大喊着让少年停手，若是连那家伙也死了，夏侯氏家肯定会全力展开报复。闻言少年这才停手，我明白了，那我最后再给他一拳。言罢少年骤然出手，但这一拳的力道极大，足足将夏侯天击飞了数米之远，他死了。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喊一声，一众弟子顿时惊恐地逃出了董家庄。五公子同样被这一幕吓坏，连忙向家主表示应该立刻下令逃跑，可家主却释怀一笑，那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瞬间。说罢他便下达了誓死捍卫董家的命令，并让男人赶紧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可听见这话，男人却当即拒绝了他，我们没有必要逃走，其实天镇门中最强的并非小山，而是他的姐姐雪儿。这番话险些没给家主气坏，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赶紧带着孩子走，这样董家才有未来可言。可他的话音未落，突然一股强悍的气势席卷而来，众人定睛一看，发现这股气势竟然来自雪儿。这是剑气？不对，这根本不是剑气，这是剑罡。直到此刻家主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至今没有察觉到任何气息，并不是雪儿没有学过武功，而是她的境界已经达到了自己无法估量的地步。此消息一出，董家上下皆是高兴不已，雪儿也因此被宠上了天，而少年则受到冷落，成了给雪儿敲腿按背的下人。时间很快来到夜里，但夏侯氏家却迟迟没有前来报复，这让少年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于是便决定亲自去找他们。男人担心他独自一人遇到危险，想要出言劝阻，却被少年打断。你应该听过阴怪的传说吧？他残忍打死了化境高手慕容成，但事实上了结他性命的人是我。男人还想再说些什么，就被少年厉声喝止，你不用拦着我。董家庄想要存活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夏侯氏家彻底在江湖上除名。与此同时，夏侯家主已经召集族内高手赶来，他的脸上满是愤怒，是要在今夜彻底除掉董家每一个活物。然而就在这个想法落下的瞬间，漆黑的夜空突然闪现一道光芒，随即猛地砸落在众人身前，随着浓烟缓缓散去，众人这才看清来人是一名少年。
既然你如此爱惜自己的子嗣，就该明白别人的孩子也是家中之宝。家主闻言暴怒，就是你这家伙害死了我的儿子吗？真是贼喊捉贼，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少年的话音刚落，人群中瞬间窜出一道身影，找死！竟敢小瞧我夏侯世家！此人正是夏侯世家三公子。可他正欲挥剑斩下少年头颅，却见后者身形猛然暴起，下一刻便挥动长枪将其胸膛贯穿。见此情形，家主的怒火也被彻底点燃，当即下令在此将他抹杀。可还不等他们动手，少年却已施展杀风枪冲进敌阵，下一刻便杀到了家主身前。但敌方精锐实在太多，他们不断从四周进攻干扰，导致少年多次错失重伤家主的时机，并且他们的剑阵变幻莫测，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偷袭。于是少年当即改变策略，开始不断出言嘲讽夏侯家主，试图用激将法让他与自己单挑。但家主显然不会上当，耍什么小聪明，你就继续叫吧，反正你的舌头迟早会被我砍掉。家主话没说完，突然却发现自己的舌头不受控制，下一刻便被一股无形劲力拉扯到了地上。抬眼一看，这才发现身前出现了一名女孩。你说要砍掉我爷爷的舌头？少年看见雪儿赶到，便伸手指向一旁的武者说道：不必留手，让他们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吧。少年的话音刚落，雪儿的身形瞬间化作残影，她如同鬼魅般穿过人群，所经之处皆是一片惨叫响起。家主刚想转头看看发生了什么，少年却已来到近前，还有心思关心别人？你的对手是我。家主本就无比愤怒，听见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当即便与少年鏖战在了一起。双方交手数招，家主突然挑起沙尘迷住少年视线，随即猛地一剑刺出，却不料后者反应极快，身形如风般避开长剑的同时，手中长枪还在对方身上留下了数道伤口。见此情形，家主更是怒火中烧，立刻使出浑身解数挥剑向少年斩去。然而见状少年依旧丝毫不慌，在长剑落下的瞬间，他迅速出枪架住长剑，并用巧劲将这股强大力道化解，随即猛地挥舞长枪刺向家主。这便是刘家枪的巧妙之处，借力打力，家主根本来不及闪避，遭到重伤，彻底倒在了地上。而与此同时，雪儿也已经将所有武者放倒。此刻家主颤抖着抬头望向少年，他深知自己难逃一死，只能恳求少年放了自己的儿子。但少年依旧面不改色，你们残忍杀害别人孩子时，就该料到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家主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口中不停说着求饶的话语。少年却不再理会，叫来一旁等待的董九说道：他们并非是知错了，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若是想让董家存活下去，就记住我曾说过的话，我把他们交给你处置了。说完这些，少年便带着雪儿转身离去了。两人还未走出多远，就听身后开始不断传来惨叫。很显然，董九并未留情，他将夏侯世家彻底在江湖中除名了。少年花了1两银子，店家却给他上了一盏奇臭无比的茶。可他不但不生气，还让同行之人将其一口喝下。原来这是此地情报商特有的接头方式，必须喝完这杯臭茶，才能见到背后的门牌。就在刚刚，在夏侯世家被彻底覆灭后，少年等人便告别了董家庄，准备前往少林。但他们对河南的了解不深，用这副身体也不好打听情报，所以他们便带上了董九，让他先行出发打听情报。2天后，少年与雪儿抵达了百花县，因为一路上雪儿都在大吃大喝，如今的盘缠已经所剩不多。就在少年为此头痛时，一旁的喧闹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一位戴着古怪面具的壮汉正站在一个圆圈当中大声吆喝：无论是谁，只要将我打出这个圈子，我便给出1两银子。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一人走上前去，确认过是一枚铜板打1拳后，他直接将身上所有零钱倒了出来，随即嘴角勾起一抹邪笑，猛地挥出一拳砸在壮汉的胸口上。可这一拳落下，壮汉的身形却未曾移动半分。那人不信邪，气沉丹田，双手蓄力再次连出数拳，但壮汉依旧纹丝不动。围观的众人被惊得目瞪口呆，少年也有些诧异，虽然他总是摆出一副痛苦的表情，但实则却没有受到半分伤害。这人想必是个高手。这时雪儿笑着表示真有趣，让少年也上去试试。少年不解，既然如此有趣，那你为何不自己去呢？没想到听见这话，雪儿却脸红的表示自己害羞。与此同时，壮汉也大喊着表示最后再接受一位挑战者。没办法，反正盘缠也快花完了，试试倒也无妨。于是少年拿出了最后的2枚铜板，来到了壮汉身前。他能看出此人修炼了铁布衫，而自己的武功正好十分擅长应对这种情况。随着少年运功完毕，一式乾坤掌法骤然挥出，这一掌看似如棉花软弱，却令壮汉瞬间暴退出去，直到用尽全力才勉强在圈边停下。然而还不等他喘口气，少年却再出一掌来到近前，壮汉全力格挡之下，却还是正好被推出了圈外。见状，人群顿时爆发出欢呼声。壮汉虽然有些恼怒，但还是守信的交出了1两银子。雪儿更是崇拜的不停拍手夸赞。可就在少年准备离开时，壮汉突然向他传音道：你是何人？河南地界几乎没有我不知道的高手，但我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你。想知道别人的名号，不应该先自报家门吗？壮汉一脸无奈，若是有缘再见，我会自报家门的。2人回到客栈时已是夜晚，而董九也带来了情报，有个名为黑夜帮的组织，他们从5年前开始便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迅速壮大了势力。在如今的河南，他们探查情报的能力甚至比丐帮还要出色。他们的成员分散在各地，除了雇佣的江湖浪人以外，正式成员全都躲在暗地，而跟他们接头的方式就是在这所异乡茶馆内点一杯他们独有的清风茶。当然这茶也并非谁都能喝，首先高昂的价格便劝退了许多人，其次店家会面露杀气的向你确认是否真的要喝
喝清风茶。眼看少年依旧无所畏惧，并且拿出了1两银子，店家也就不再多言。退出房门后不久，便端上了一盏奇臭无比的茶。3人见状，只觉得腹中一阵恶心，随即纷纷退到了墙角。但店家却说必须喝完，否则后面的程序将无法进行。此时桌上有2盏普通茶水，1盏清风茶。雪儿反应最快，当即虚空摄物取来1盏普通的喝下。董九紧随其后，一个纵身跃向最后1盏普通茶水。但少年怎会如他所愿，立刻施展轻功，快速绕过董九，一把将其夺过，随即露出一个得意的表情。没办法，董九只能强忍着恶心的气味，一口喝光了清风茶，然后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但这并不是因为茶水太臭，而是里面掺了各种毒药。只是少年没有想到，他们竟连普通茶水也下了药。随着一阵眩晕感传来，少年也随之倒在了地上。这时雪儿注意到屋外有人偷看，又看了眼倒地的2人，随即也闭上双眼，扑通一声趴倒在了桌子上。紧接着店家便带着手下进来扛走了他们。但雪儿其实是在装睡，毕竟身为化境高手的他本就百毒不侵。时间来到深夜，少年迷迷糊糊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处在一辆马车内。待与雪儿了解清楚情况后，董九也醒了过来。与此同时，店家推开车门，招呼着3人来到马车外，他让董九前去接头，而2名孩子则留在原地等候。此时一位头戴斗笠的男子渐渐靠近岸边，少年一眼看出此为以气喻州，如此展示武功修为，想必是为了先发制人吧。这时黑衣人的身影突然消失，下一秒又出现在董九身前。董家庄3公子，你为何想与黑夜帮交易？据我所知，你应该已经解决与夏侯世家的仇恨，并带着1双儿女离开了。董九表示想要委托黑夜帮一件事情，可黑衣人却说他只是接头人，可以帮忙转达，等黑夜帮定下价格后再前来告知。此话一出，董九顿时就不高兴了，自己交了整整1两银子，竟然连黑夜帮的人都没见到，这不是欺诈吗？然而黑衣人只是轻蔑一笑，那么交易就此决裂。按照规定，我不能退回接头费用，你们回去吧。说罢，他便转身想要离去。董九自然不愿，便伸手一把抓住其肩头，不料此举却激怒了黑衣人，抽出长剑就欲动手。千钧一发之际，少年及时出手将他拦住。我还以为是谁呢，没想到竟在这里重逢了。原来这黑衣人正是白天的面具壮汉，但他似乎已经忘了少年，于是少年便掏出邪王牌递了上去。看了此物，你便知道我是何人了。壮汉当然知道这是何物，于是便直接查看了背面的名号阴阳双怪。见状，他顿时大惊，立刻单膝跪在少年身前行礼，吉月门广日拜见邪王。少年无奈地摆了摆手，没想到这牌子还真挺管用。于是在广日的帮助下，一行人很快来到湖边一处亭子等候。等到太阳出生，一位女子来到此处，我是黑夜帮河南支部长樱花林。在向少年表达歉意之后，他便开门见山道，从此刻开始，黑夜帮将不收取任何代价，无条件为您提供所有情报。当然这并不是因为邪王牌，也不是因为我们畏惧阴阳双怪，这是总团下的命令，我也不清楚其中原因。不过我们帮主希望能见您一面，他说会在开封的雪山镖局等您。听到这里，少年似乎明白了什么。雪山镖局，清风茶，原来如此啊，看来这次应该能够见到一些老熟人了。